对了，此处有一件独一无二的宝物，可比整个青鱼仙府加上藏宝阁中所有的东西都要珍贵哦。你们可要好好找找。放心吧，藏宝阁中没有任何危险。龙族的2位小家伙，你们是不是就没必要进去了呀？严姬，你虽是前辈，可若想独吞宝物，就不怕龙族的报复吗？报复？你们龙族的3个前辈都死了。我是你，就先不想那些宝物，而是先想想怎么能让自己活下去。你，严姬娘娘，你如此行事，同为龙族，我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修为虽高，却有重伤在身，你我联手全力一搏，未必没有机会。魔道跋扈霸道，实力为尊。眼前龙族又只有你们这么2位小辈，他自然嚣张。不过，这仙府一路走来，危机四伏。那逆阳仙帝的话不可全信，藏宝阁里也不知还埋伏着什么凶险。要我说，实力不足的人也是不要进去为好。谦虚啊，谦虚，你可真让人恶心。不过我同意，所以伊达和龙族的2个小家伙就乖乖等在外面吧。我们找到了仙宝，觉得没用的，没准会分给你们几件。3位叔叔去世之时，我早已将消息传回了族中。你们想强夺仙宝，就算得手，出了这9件仙符，你们怕也无法安然离开。吓唬谁？传讯令在这仙府内根本无法使用。那你们可以试试。别忘了我们是龙族，难道就没有别的传讯秘宝？我龙族也不多要，9份仙宝，我龙族只要2份。那我们星辰阁也只要2份。2份？你们凭什么？就凭这个？赤冰雷印符？怎么可能？不是只有8阶散仙才能炼制吗？小女娃，我算服了你的散仙前辈。你说的没错，以赤冰雷印符的威力，就算是我全盛时期也要重伤。现在如此，我们该有进入藏宝阁的资格了吧？燕姬娘娘，这逆阳仙帝喜怒无常，仙府之中危机重重，你们就敢保证藏宝阁内没有其他埋伏？现在内讧是不是太早了一点？那你想怎么样？大家一起进藏宝阁，普通仙宝按照约定分配，前虚1份，霍灿伊达1份，我星辰阁与龙族各取2份。你延姬娘娘实力最强，独占3份。既然如此，老夫也同意。可他不能参与夺宝。好，只要你们遵守约定，我不与你们一起进入大殿。丽儿，青羽大哥，没事的，有兰叔在，我又不缺宝贝。他们都进去了，你也快去吧，可别让他们把好东西都抢走了。这儿远离藏宝阁，应该没人会过来。要是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喊我一声，我就能听见。你就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许去，听到吗？好啦，都听你的，好了吧？哦，对了，这个给你。
虽然说好了不起争斗，可重宝当前，万一有人起了歹心，你也得有自保的实力啊。这个给我，那你要是遇到危险，我还有啊。兰叔对你可真好。行，我收下了。那你在这儿等我，千万别离开啊。知道了，你快去吧。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位逆阳先帝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仙宝呢？到时候真被人都拿走了，咱们不就白跑这一趟了？林寿全， 18枚，整整18枚灵兽圈。既然人到齐了，我先取走6枚。这灵兽圈我拿1个足矣，其余的归你。这灵兽圈乃是凡间难寻的至宝，收服妖兽所用。被这灵兽圈套上的妖兽与主人灵魂相连，再无背叛可能。你有能力入暴乱星海收服妖兽吗？前辈说的是，晚辈要这灵兽圈无用，理应前辈得去。看来1层就是这些灵兽圈了，更多的仙宝应该在2层。咱们走吧。我正担心自己有朝一日飞升，无法继续照顾家人，有了这个就好办了。丽儿，你这丫头怎么会出现在此处？我飞进来的。你胡说！我刚刚查看过，这藏宝阁中布置了多重禁制，怎可能让你随意进出？只有从逆阳先帝留下的通道上来才是安全的。过了黄泉路，您还信逆阳先帝？你，这位小妹妹，你不是说不会进藏宝阁吗？丽儿只说不跟大家一起进入大殿，什么时候说过不进藏宝阁了？逆阳先帝说过，藏宝阁中有一件重宝，你趁大家不在，偷偷摸进来，可让姐姐很是不安呢。燕姬，你想怎样？我只是想确认，那件重宝是否落到了他的手上？没有，我没找到重宝。你说我们就信吗？让我们搜一搜。你敢？我发誓，如果我取走了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天雷之下，魂飞魄散。丽儿，要是这样你们还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要你们也留不住我。看来那重宝藏得很隐秘啊，奴家好心动，好好奇。大家快找找。
赤毛笔竟是中品仙器。这剑意锋芒竟如此惊人。罗所料不错，必是当年逆阳先帝时常用这几支毛笔作画写字。天长日久，将自己的剑意锋芒融入其中，他们才有了如此威力。难道那逆阳乃是早已绝迹的剑仙？剑仙之修威力极大，可艰难无比。想来腾龙大陆也没什么人才，所以才慢慢绝迹了。青玉大哥，青玉大哥，别看我，看墙上那幅画。虽不知有何玄妙，但我觉得绝非凡品。恭喜你们得到破天图，此图不仅蕴含3世我逆阳的成名绝技破天剑诀，还能以破天剑气护身。凭此仙宝，天仙天魔实力以下根本无法伤到你们。最重要的是，3幅破天图联合，乃是一幅地图，所指之处正是我逆阳耗费数万年时间打造而成的逆阳剑，其中珍奇异宝无数，远超这小小的9剑仙府1000百倍不止。凭此破天图，你们自可各带5名手下进入。不过，至于能不能得到我逆阳境内的宝物，就看各位运气了。逆阳说只有1件独一无二的重宝，但是破天图却有3件。那重宝到底是什么？独一无二。虽说这破天图本身的价值已经超过青鱼仙府10倍了，但一共有3张，算不上独一无二吧？二位看，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首先，这破天图只有3张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地图和剑诀，但有1张根本无法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推断，在逆阳先帝看来，3张破天图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才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再者，之前逆阳先帝说话时常颠3倒4，不按常理，恐怕这次重宝的数量也只是随口说出的。有道理。想来确实如此。若破天图不是这重宝，逆阳先帝也不会单给我们3人说了。西域兄弟，奴家真是佩服你的思维敏捷呢。3位确实好身法，不过可惜并不是先帝口中那独一无二的至宝。敢问这又是何种宝物啊？不过是一件仙器。何种仙器？一件唤作破天图的护体仙器，而且其中藏有一套修炼之法。只可惜是剑仙法术，对咱们倒没什么用处。对，不过那护体之法却能自动护住，天仙天魔以下的修为根本伤不了破天图之主。就算是天仙天魔在破天剑气的反击之下，也要受伤，想来不至于被人抢了去。研墨，你怎么还站着？逆阳先帝曾经说过，那最珍贵的宝贝是独一无二的。到现在，无论是灵手圈还是7支毛笔，以及3张水墨画，都不是独一无二的。那最后一件宝贝肯定藏在某个地方。好，我这就找。
幸运的小辈们，仙宝已各得其主，那你们该离开了。这是金木岛？想来那3张图就是重宝了。是又如何？看来那逆阳仙帝又开了个玩笑。恭喜3位，告辞。虚伪！青羽兄弟，伊达也告辞了。研墨，随我回族中吧。进9剑仙府，族中死去3位长辈，你我总要给个交代。秦羽兄弟，见到蓝前辈，请代为问好。告辞。告辞。告辞。小兄弟，小妹妹，奴家也告辞。可真舍不得你们呐！青羽大哥，丽儿，这不是在2楼放着的毛笔吗？你怎么……我可是第一个进入2楼的，怎么会空手呢？当然，随手拿一点东西了。可你不是发誓？我只是发誓说没有拿那个独一无二的宝贝，我可没说我没拿毛笔啊。你觉得逆阳仙帝口中那独一无二的至宝真的是破天图吗？那破天图怎么会有3张呢？小子，我将这黑焰君之戒留在藏宝阁外的雕像上，常人难以发现，没想到却被你发现了，说明你的运气非常不错。你可记住，这黑焰君之戒不但是一件上品储存仙器，其中还蕴含天火领域与重力领域，善用者可借此御敌修身。我还在此物中留下了一幅地图、一道剑气和一句话。地图可助你找到逆阳镜，剑气可助你带8人进入，而那句话，你这好运气的小子，若能活着找到宝物，自会知道。丽儿，你听到了吗？只要有这黑焰君之剑，就能独自找到逆阳镜，而且还带8人进入。这岂不是说单此一项功能，这黑焰君之戒就等于3张破天图相加吗？再加上是储存仙气和2大领域，看来它才是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而且刚刚重力领域的威力可真不错。可惜我功力太弱，放出的天火才那么薄薄的一层。想来若是能达到大成期，让天火领域覆盖1-2丈的范围，才真正能发挥效果吧。看来秦羽大哥又要修炼了。9剑仙府都如此危机四伏，那逆阳镜一定更加神秘莫测，随便闯入必定九死一生。秦羽大哥，你还是好好修炼，等有了把握再去，千万别随便冒险。9剑仙府内，我收下1颗散仙元婴，正好可助我修炼。事不宜迟，丽儿，我们回家。禀莲月娘娘，此物就是破天图。此图共有3张，3张合并，能找到一位号逆阳仙帝的8级玄仙所留的藏宝之处。逆阳镜的下落
也只有持此图之人，才能带人进入。年末愿将此图献出，以求重返族中修炼。另外2张都在何处？龙族、海底星辰阁各得1张。如此说来，腾龙大陆上的修仙各派并未得到破天图，他们定会想方设法去谋夺1张。每张破天图只能带5人进入逆阳境，如此一来，手中的破天图越多，能进入逆阳境寻宝的力量也就越强。想那魔道贪得无厌，纵然已有1张，也难保不会再打其他2张的主意。哼，看来腾龙大陆又要有一番大乱，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该活动活动了。莫急，不是只有3张合并才能找到那逆阳境吗？族长大人英明，毕竟有大人您在。想来，无论是仙魔两道，还是那什么星辰阁，都不敢把主意打到咱们头上。如此一来，无论他们如何争斗，最终得到破天图之人，总要来找我龙族合作。不过现在最急迫的，终归还是仙道。那就且看清溪派如何行事吧。是。羽皇陛下有令，那破天图想必就是寻找进入逆阳境的凭借。你清虚派务必要夺取1张。启禀上仙，那龙族魔道实力皆不在我仙道之下。此事乃是羽皇陛下关注的大事，不惜代价也要完成。晚辈定当完成羽皇陛下所托，万死不辞。哼，这还像话？去吧，得到破天图再来找我。必要之时，羽皇陛下答应帮你们一次。是。1张破天图也未得到，好歹打探到了逆阳仙帝的消息，勉强算你功过相抵。当着仙界使者的面，你怎敢推脱？生命能量果然达到了星星后期，这身体的强度，怎么回事？行星的星河还在前期，可表面完全覆盖了绿色，的确代表已经到了行星后期啊！丽儿。丽儿，秦羽大哥，丽儿，你一直在外面等我？
谢谢你为我护法。谁让你的2个兄弟都离你而去了呢？兰叔说带他们去一个特殊的地方修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放心吧，兰叔肯定会安排好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恐怕都度过99天劫了。到时候，没准你这个当大哥的都认不出来了。我相信兰叔，也相信狒狒和小黑。不管他们了，第一次来乾隆大陆，可为了我，你什么地方都没去。我要带你出去好好转转。好。大哥，你家这儿可真热闹啊！哎，你跟我来。卖糖葫芦，好吃的糖葫芦喽！糖葫芦多少钱啊？你是？草民拜见三殿下。啊？三殿下。草民拜见三殿下。三殿下。这个你认识我？三殿下威名赫赫，小人自然认识。平身。小人不敢。三殿下哪儿去了？竟有如此强大的阵法守护。三殿下威名赫赫。啊青玉大哥，没想到你挺有威望的嘛。还好啦，不是跟你说过，当年我修炼不久就打败过元婴期的高手吗？是那个叫向央的。我可听说开始是人家压着你们打，最后打破僵局的是小黑哦。可发出最后制胜一击的是我呀！好啦好啦，算你打赢的还不行。不过我还听人说，你小时候总是一个人出去疯跑哦。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和小黑出去看风景了。谁一笑一颦，与卿心知无言。谁一语一言，风暖暖吹过耳边。你一哭一言，全都是淡淡的甜。每一分一秒，只求你在我身边。心一摇一闪，如碎银布满青天。蝶一飞一暂，好像你身影翩跹。叶一落一片，四季过又是几年。说万语千言，抵不过醉影缠绵。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丽儿，你怎么了？哦，没什么，只是有点累了。你不是想请我尝尝糖葫芦吗？那里总该没人认识你吧？我们去那儿吧。师叔祖，是否叫那星辰阁主出来答话？
一群妖孽，与他们没什么好说。斩尽妖魔，破天图自然到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搞的？有人袭击！叫所有人结阵防御。是叔祖，如此大阵，那散仙的实力好强。玉皇陛下的任务不容有失，星辰阁主秦羽可在？交出破天图。哼，你助我结阵。是。坚持住！阁主不在，若被他们攻进了，好强！哪里来的小辈，大吵大闹，不知礼数。妖魔人人尽可除之。小辈在仙魔妖界，你们仙道的力量不足妖界一半，想来在人间也是如此。又说什么妖魔尽可除之啊？你怎么知道仙魔妖界是同一处空间？此事只有仙界使者清楚。你们又知道多少啊？所谓仙界、魔界、妖界，不过是在同一空间内能量层次更高而已。对了，好像你们修仙者常说妖界、魔界纷争不断，污秽不堪，只有仙界是好地方。怎么，我的话戳破了你们的谎言？你就是那位蓝前辈，请问前辈是几劫散仙，可认得明良真人？我是几劫散仙，与你们无关，也不认识什么叫明良的小辈。大胆！我清虚派明良真人乃是12阶散仙，你敢称他为小辈？我就说了，你们能怎么样？说不认识就不认识。你们暴乱星海，我就知道一个蓬魔岛的小金鹏，其他人通通不认识，也没兴趣知道。你们走吧。这么说，你是蓬魔岛的人了？都说让你们走，怎么还在这儿废话呀？你好大胆子！就算是蓬魔岛，也不敢对清虚派如此无礼。我们此来只为破天图，交出破天图，清虚派既往不咎。哼，既往不咎？凭你！这是什么法力啊？多谢蓝前辈，幸亏您及时赶来。小事一桩。蓝前辈，刚刚那几人说要什么破天图，可晚辈根本没听说过，不知那破天图……那是对秦羽的考验。凭借护卫的能量启动阵法，威力的确小了一点，该稍微改善一下了。如此一来，就算12阶散仙来了，也可保你星辰阁无恙。多谢蓝前辈。那侯费虽说不堪造就，可毕竟是我的徒儿，我总不好眼看着别人抄了他的老巢啊。请问蓝前辈，不知3位阁主？侯费、黑羽在修炼，不用你担心。至于秦羽，这个地方很热闹啊！那儿有糖葫芦。叔叔，糖葫芦多少钱一串啊？5文钱一串。1文、2文、3文、4文。2串糖葫芦。
得嘞。给哥哥请你吃。谢谢哥哥。你也尝尝吧。好甜，好酸。没有啊，我没笑你啊！别跑！糖葫芦好吃吗？表哥，表妹，你和兰叔四处闲逛，都多长时间没回去了？姨父都快生气了。爹生气了？这是姨父的手谕，你自己看看吧。立刻就要回去吗？姨父的命令，有人可以违背吗？我去找兰叔。你想让兰叔和姨父为这点小事正面对抗吗？姨父毕竟是你族之王。表妹，别任性了。丽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人是谁啊？丽儿，丽儿是你能叫的吗？表妹，你怎么跟个凡人混在一起？难道是兰叔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刚刚认识，只是觉得他比较有趣而已。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哥周显。表哥，这是我在这认识的朋友秦羽，功力很低，可是人很好玩的，你可别欺负他，不然我会不高兴的。我欺负他？哼！好了，表妹，快回去吧。你一打开手谕，姨父就知道了。再耽误下去，小心被关禁闭。秦羽，我要回去了，有机会再见。秦羽大哥，别生气，现在让表哥知道我们的关系，你会死的。我给你做了一套衣裳，放在王府，记得去拿。丽儿，姨父还在等着你，我们走吧。丽儿，秦羽大哥，我走了，别对我说话，我表哥能察觉到你的传音。不管如何，
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说过，可你一定知道的，我爱你。丽儿，大哥哥，你怎么哭了？刚才那位大姐姐呢？大姐姐她回家了。秦羽是吧？你跟丽儿怎么认识的？只是碰巧。对了，周兄，刚刚你对丽儿说姨父是你族之王，你们不是一族吗？那又怎么会是表兄妹呢？你们都是什么族啊？警告你，丽儿不是你能叫的，我也不是你什么周兄。生气了？凡人就是凡人。我警告你是看在丽儿的面子上，知道太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毕竟凭你这种凡人的智慧，根本理解不了我们的存在。怎么，不信？让你稍微感受一下。作为凡人，你还算不错，不过要小心接下来的寂灭。吓坏了？不，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不然会惹丽儿不高兴。不。如此血债，天道循环，你就不怕报应吗？你一个凡人也配谈天道？而且我说过，你不配叫我的名字。够了！兰叔，见过兰叔。临行时家父有托，见到兰叔时，代他向您问好。啊。姨父交代的事办完了，的确该回去了。兰叔，周显告辞。秦羽，你记着，我比你更懂天。兰叔，兰叔，周显滥杀无辜，老天不会惩罚这样的恶魔吗？小雨，天我思考了无数年，可依旧无法明白。我只能说，天并不是你我所能猜测的，当然也不是周显那样的人可以肆意定义的。不过有一点，周显没有说错，物竞天择，你杀我，我杀你，天并不会管。天道无亲也无情，无论是有些人口中弱小的凡人，还是我这样在普通人看来的强者，在天的眼中也许并无区别。所有的生死离别，天根本不会在意。也许我们都太渺小了吧。兰叔，你和丽儿究竟是？小雨，我曾告诉过你，不可以爱上丽儿，不然必死无疑。
还记得吗？我那么说，是因为丽儿有着众多实力堪比周显的仰慕对象。这不但是因为丽儿在我族中身份地位非凡，更重要的是，她身怀一个秘密。有这个秘密在身，很多人是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接近丽儿的。可毕竟人活一世，应不违本性。唉，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小雨，我要认真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已经看到了，爱上丽儿，可能让你丢掉性命。可只要选择跟她在一起，你就必须面对这一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去过你普普通通的安乐日子。所以，关于你和丽儿，你到底怎么想？兰叔，丽儿走前对我说过，她绝不嫁别人。我虽无法对她开口，可我们的心意是一样的。没有丽儿，我不过是具行尸走肉，又谈得上什么安乐日子？我小时候的目标，只是帮助父王，得到父王赞赏的目光。所以，当我困在后天境无法突破的时候，就曾经想过，只要让我外公修到先天境，能够帮到父王，我死也甘愿。我实现了愿望，甚至杀了项央，帮父王建立了祖龙王朝。我这辈子已经够了。父王曾经说过，认为对的便要去做。我秦家男儿，务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我不会畏惧的。周显很厉害，但我也会修炼，也会进步。总有一天，我要光明正大的跟丽儿在一起。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既有此心，你也不要着急。我族岁月无限，1万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你好好努力就是。这是我炼制的一个剑仙傀儡蓝风。剑仙傀儡？此剑仙傀儡需用极品元灵石驱动。虽然极品元灵石人间罕见，可剑仙傀儡的威力也是人间罕见。最少1颗元灵石就能让剑仙傀儡达到1级金仙的实力。镶嵌的元灵石越多，剑仙傀儡的威力也越大。如果镶嵌足够多的极品元灵石，剑仙傀儡的实力将提升到9级金仙的水平，可称人间无敌。这是我能最后留给你的帮助。最后，兰叔，难道你也要走？我要不回去，丽儿可要遭罪了。等一下，兰叔，我到底要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去找你和丽儿啊？逆阳境，在逆阳境里，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雨，你记住，那逆阳境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如果不到大成期，贸然闯入，必死无疑。所以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如果最终你连逆阳境的考验都通不过，还是早点放弃算了。其实就是我得到了一件名为破天图的宝物，受到不少人觊觎，里边有一些实力不弱的散仙。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父王、风叔叔和大哥，可以去我的星辰阁，那里有兰叔布置的星辰大阵，万无一失。至于二哥身为帝王，不好离开都城，可以留下这座洞府。我将破天图也留下，万一有人前来索要破天图，不要起冲突，直接将此宝交给对方，然后进雷山居躲避就好。小雨，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所能掌控，也帮不到你什么，但总不愿成为你的拖累，所以你若不想说，我们就不问了，一切听你安排。父王、大哥、二哥，你们放心。其实就是我快到渡劫期了，
这一去不知要多久，当然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了。好。三叔叔，三叔叔，啊？听说你要走？对啊，三叔叔要修炼。三叔叔都这么厉害了，还要修炼啊？三叔叔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修炼呢。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那你也要好好努力，快快长大，变得厉害起来。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那咱们拉钩。拉钩。丽儿，谢谢你做的衣裳，相信我会尽快拥有实力去见你。听说暴乱星海，能量混乱，危机四伏，更是潜藏了凶兽、散仙、散魔，高手无数。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短短时间，已不知经历了多少战斗，暂获了如此之多的凶兽内丹。我的功力已增长至渡劫前期的顶峰了吧？可惜要到达渡劫中期，就不仅仅需要补充能量了，而是需要提纯功力。看来，只有等太阳真核完全被炼化精纯，才能再有突破了。兽莫麒麟，哼，正好可以试试我的灵兽圈。渡劫期的人类挑战大成期神兽的威严，你是想找死吗？大成期，我看是三劫散妖吧。虽然是神兽，可你还是直接认输比较好。该死！天火，竟是天火！逃不掉的。你在渡劫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速度？不可能，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身体。你也是神兽，是什么？金睛石猿，五爪金龙，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人类。看来要用绝招了。竟然不阻止我！你死
定了，墨黑成水。这招威力不小，正常情况下，我的右手早就被炸碎了。可这绿色的生命能量却能源源不断地修复我身体的损伤。可你这水球里的能量，总有耗尽之时。怎么可能？我不想杀你，做我的灵兽吧。不，被你束缚，受你驱使，过这等没自由的日子，我宁可去死。我不会束缚你，也不会随意驱使你。如今你暂时当我的灵兽，等我飞升后，你只要照顾照顾我的亲人就行。我都渡劫期了。很快就会经历99重劫，飞升而去。好，我愿意。看那边，这云雷看起来是有人渡劫。走，去看看。混蛋！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不然让你不得好死！师傅，我被人偷袭，身受重伤，天劫到来，还剩最后一道雷劫，可功力消耗尽了，看来要死了。出来！不，有我在，你死不了。除非有调息之宝劫灵丹，能让我瞬间恢复功力。劫灵丹我没有，可我有自己炼制的生生造化丹，同样有让人瞬间恢复的功效。生生造化丹，吃不吃在你，反正也是死，拼了！我有救了！这是什么丹药？竟真可以帮助他瞬间恢复功力？生生造化丹，只是普通丹药，但加入了我的生命能力。鹏魔岛岛主首徒八阶散魔连冲，多谢兄弟救命之恩。暴乱星海，散修秦羽，举手之劳罢了。连冲兄不必客气。我鹏魔岛不能平白受人如此大恩，若秦羽兄方便，可否随我到鹏魔岛一游？我师父宗眷必有重谢。与连冲兄一见投缘。既连冲兄相邀，秦羽理应去鹏魔岛拜访。秦羽兄痛快，随我来。秦羽兄竟不知道，神兽分为下级、中级、上级，以及据说在上界都极为罕见的超级4个级别。如连冲兄弟所说，那下级或中级神兽，并无传承技艺。哼，那是自然。传承技艺大多是系统的奇特功法，能够让神兽愈加厉害。自然，只有站在顶端的上级与超级神兽才可拥有。
感谢秦羽公子救援我连冲之二。秦羽兄弟，这是我暴乱星海第2大岛黑风岛的2位岛主，识变识化。鹏魔岛岛主宗俊，请秦羽小友入金羽殿一叙。请。秦羽见过鹏魔岛主宗倔前辈。哎呀，客气客气，应是我感谢秦羽小友救了小徒一命。此次邀小友前来，是有一事希望小友能为我解惑。我听冲儿说，他得救乃是因为小友赠予了一枚生生造化丹，服用之后瞬间伤势功力尽复。如此至宝，可是来自于小友的师门呢？为何我却从未听说过呢？不知宗岛主为何觉得生生造化丹是来自于我的师门呢？啊，我暴乱星海连云岛也有一种灵丹，名为劫灵丹，服用之后可短时间内恢复功力。虽效果不如生生造化丹瞬间恢复，可也能在渡劫中助力不少。而劫灵丹除了原料珍稀以外，必须要天火炼制。我想效果更佳的生生造化丹恐怕也是如此。可我看秦羽小友尚未到大成期，怕是难以动用天火吧？哦，天火，哼，没想到今日我出手了，小友真是精彩绝艳啊！宗岛主言重了，此丹虽是我所炼，可丹方以及凝练天火之法，却的确得自叔叔的传授。敢问秦羽小兄弟，你口中的叔叔可是蓝前辈？你也认识蓝叔？哎呀，果然是蓝前辈！哎呀，那别说创造出生生造化丹，或者让小兄弟你在渡劫期就可施展天火，就算再多些奇迹，那也很正常嘛。小兄弟既然不愿多说，我也就不问了。可有一事，还得说明白。小兄弟拿出至宝救了连冲，我鹏魔岛不能平白受人恩惠。这样，无论法宝灵丹，只要我鹏魔岛有的，你只要开口，我宗倔双手奉上。宗前辈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感受到此处有大量元灵石矿脉，若是方便，我想求些极品元灵石，不知。小兄弟，我带你去个地方。弟子拜见师伯，恭迎诸位仙长。免礼。听说你们去星辰阁，并未拿到破天图，还被那散仙教训了一顿。是，当日我慑于那散仙的实力，还曾提到师伯的名号，希望震慑对方。不料那散仙竟口出狂言，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明良小辈。暴乱星海只知道一个鹏魔岛的小金鹏。鹏魔岛的小金鹏，难道是说宗倔？他还在挥手之间就把你们传送出了星辰阁范围。是，瞬息之间，我们被传送了数万里之遥。什么？如此手段，怕是师兄也难以做到吧？也许那散仙有何特殊的法宝，不过就算如此，敢称宗倔为小金鹏，此人也不可小视。此人来历隐秘，暂且不要招惹。可仙界强令夺取破天图，若不继续攻击星辰阁，无妨。我归来之时，悟空穴尚未动身，其他魔道之人无一可虑。咱们可趁机先夺取魔道的破天图，也可完成仙界任务。再说，降妖除魔也是我辈的本分。是。赤阳道友，我率人前去连月宫，这清虚派不能无人守护，可否拜托道友护持一二？
明良道兄开口，老道就留下。有我在，谅也无人能惹出事端。众人随我出发，降妖除魔正在此时。小兄弟，这就是我鹏魔岛的元灵石矿脉核心，你可看看，有何特殊之处啊？竟然只有1块极品元灵石。不错，而且那块极品元灵石就是矿脉核心，若将它采出，整座矿脉都将枯竭，只有它在这儿，才能慢慢产生其他元灵石。宗前辈不要说了，晚辈理解前辈的苦衷。大哥，我和侯费已度过99重劫了，我们成功了。你和狒狒成功了，太好了！你们在哪儿？乾隆大路附近。这次可真险呐，幸亏兰叔指导的好。我在鹏魔岛，马上出发去迎你们。宗前辈，您听见了？我的2位兄弟渡劫归来，我要告辞了。啊，当然，这是喜事。不过，我鹏魔岛总不能让你空手离开。这里的东西，你只要看得上的，都可以拿走。莫说你救了冲儿，但说你是蓝前辈的晚辈，我也应有所表达。蓝前辈指点过我的修行，可我修为低微，实在没什么能为他老人家做的。你既是蓝前辈的晚辈，那我帮你也是一样。小兄弟，那只是一件中品灵器，无非对普通人有些护身之用，对你我来说……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那你也要好好努力，快快长大，变得厉害起来。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啊，那怎么拉钩？就是为了送给一个普通人，不是客气。这东西我正好需要，就多谢宗前辈了。哎呀，一个小玩意儿，你太客气了。以后若遇到麻烦，随时找我。多谢宗前辈，告辞了。魔界传令，尽量夺取更多的破天图。小妹却不知该如何做，才开口向大哥求助。莲月妹妹放心，龙族不敢说。什么星辰阁有我在，不过是手到擒来。众魔听着，交出破天图，饶你们不死。好大胆子！明良，你找死！你们缠住他，我去取破天图。连月，交出破天图，饶你不死。休想！若是悟空穴在此，我还愿留3分薄面，凭你们不自量力。啊，林月！最后再问一句，破天图在哪儿？悟空穴。明良真人既然说要给我几分薄面，悟空穴领情了。
你这就告辞吧，不然就算你没事儿，他们可就未必走得了。哦，哈哈哈哈！好，本真人就给你这个面子，走。差点遭了明良的毒手，多亏悟空血大哥。上界魔帝要更多的破天图，你们有何打算？刚刚正在商量，正等着悟空血大哥拿主意呢。哼，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听说魔道、龙族还有什么星辰阁各有一张，龙族有方田在，谁也别想打主意。当然是去星辰阁的那张。你也在暴乱星海，想必也听说了，清虚派袭击星辰阁，却铩羽而归。那明良不去找回面子，却来我魔道生事，想必那星辰阁也不是好惹的。悟空血大哥修为高超，必定不在乎什么星辰阁。可小妹听弟子言姬说过，那星辰阁主出身乾隆大陆祖龙朝皇室。想那乾隆大陆不过是一群凡夫俗子，咱们去此处索要，还不是手到擒来？若破天图不在他们手中呢？哼，那挟持了他的亲人，引他前来，可比强攻星辰阁要省力许多。好，就依你们，咱们去乾隆大陆。魔道贪婪猖狂，必定会想办法夺取更多的破天图。咱们跟上他们。啊，师伯明鉴，无论他们与哪方起了冲突，咱们都好浑水摸鱼。嗯。不，我的意思是，咱们也好见机行事。好像是个阵法。你不用过来。是。大成期都不到的修真者，竟敢出现在暴乱星海，想必你身上有什么护身之宝，交出来，我们饶你不死。宝物我有不少，可你们不配向我要。切，找死！这样。你们是神兽，速度倒是挺快。布阵，别让他跑了！大哥，对这里咱们快放上了，你在哪？抓3只灵兽玩玩，完事后就跟你们会合。不用，我抓灵兽，听着就好玩。哎，等我们一起抓呀。他们太弱，等不到你们了。对不住，没时间跟你们慢慢玩。太弱！天火领域。重力领域。你们就是靠的这个布的阵势。还我们玄眼珠！主人，还有高手。你先进青玉仙府看着他们。狒狒。大哥，狒狒，
大哥，我们回来了。你是黑羽？肯定了，杂毛鸟再怎么变化，也还是阴森森的，还是我比较帅吧？帅，都超帅。刚才感觉还有别的气息在这边，就是你说的灵兽在哪儿呢？说起灵兽，你们先别急着炫耀。大哥我也有好东西给你们看。哇，怎么样？这是大哥新得的随身仙符。随身带着，想吃饭吃饭，想睡觉睡觉。这太帅了吧！看起来跟蓝叔的秘境差不多了。时间流逝没有变化。主人，这两位是？这是我的2个兄弟，侯费、黑羽。这就是你抓的灵兽？这是我的坐骑灵兽莫麒麟，你们叫他小莫就行。啊，坐骑，有意思。哎，让我骑着玩玩。你们也有自己的坐骑哦？还有我们的。哇！本来我打算用这个强行收服，不过可能会很麻烦。可刚刚看见小莫见你们的样子，我倒有了一个新计划。你和小黑都有传承记忆，且99重劫后才能换为人形，必定都来历不凡。你们对普通神兽都有天然的威压，所以小莫看到你们才那么害怕。既然如此，怎么可以？2个选择，成为我的灵兽，或者被炼化元婴。休想！对，我们才不会受你们驱使。为什么？因为我是人类。那如果收服你们的也是神兽呢？更强大的神兽。大乘期的神兽。你们就别挣扎了。我们的级别比你等更高，成为我们的坐骑，我和猴子会传授一部厉害的功法给你们。拜见主人。所以，这青玉仙符、灵兽圈，都是在9件仙符得到的宝贝。哎，早知道我也应该去，太好玩了。以后还有机会。不是说了，你央境里宝贝更多。不过其实我更好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突破了99重劫？还有黑羽，你刚刚说的时间流逝是什么意思啊？哦，是蓝叔带我们去的秘境，那里的时间流逝速度比外界要快。对对对，外界不到2年时间，可在里边我们足足修炼了100多年呐，而且这个灵气比外界要浓郁100倍。竟有这样的秘境啊！到现在我都没有一点要渡劫的感觉，恐怕也需要找地方好好修炼。哎，你们能带我去秘境里看看吗？我们出来，秘境就消失了。谁知道蓝叔搞了什么鬼？那算了。三弟，左龙朝东城遇袭。啊，二哥！有人敢袭击大哥你的家人？跟我走。
三弟，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那咱们拉钩。谁干的？只知道是两派修士。所以虽然发现了变故，却无力再做任何事。所以你也不知道来人是谁。我修为低微，跟他们比起来，这不能怪二哥你。后来发生了什么？三殿下，三殿下，小人当时就在殿外护卫。陛下离开后，接下来。损失怎样？所过之处，死伤无数。我秦氏宗族失去8九，别说子民，连家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皇帝？二哥，此事不能怪你，是我惹来的麻烦。我本以为修真界虽然杀人夺宝，纷争不断，可只要将破天图交出，他们总不会无故屠戮凡人。我终究是大意了。小雨，你万不可有如此想法。作恶的是那些滥杀无辜之人。你，二哥。毕竟是我引来的灾祸，我青羽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大哥，小时候我住在云雾山庄。回都城的路上，会路过一个小村庄。村民们都很友善，虽然不富裕，可生活平静。我还和好几个孩子交了朋友。那次我回家又路过那儿，答应小伙伴们，经常会帮他们带礼物。其实也只是一些小孩子的玩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送我离开时充满希望的眼神。可是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欺负弱小，该杀！不久前，我有亲眼见到周显滥杀无辜。周显，服下如此血债，天道循环，
你就不怕报应吗？你一个凡人也配谈天道？而且我说过，既然天不管，那我来管。我青羽发誓，绝不再容忍任何人屠戮无辜弱者。任何人只要这么做，我必让他付出代价，无论他有多强大。重要的是确认真凶。对，无论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让这些恶魔付出代价，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出真凶。哦，怎么找？破天图。破天图是重要的线索。咱们都知道，破天图一共有3张，原本龙族、魔道和我各有1张。现在破天图被拿走了，得到它的人，无论是谁，必定与这些事有关。只要找到夺走破天图的人，自然就能知道另一方是谁。所以咱们第一步，先要确认破天图的去向。那个计划挺好，可破天图得到的人也不会到处嚷嚷吧？你没听到吗？血云、金光，这是仙魔2道的手段。破天图必定被其中一方得去了。整个腾龙大陆都是仙魔2道吧？破天图关系到逆阳界，无论哪方得去，一定在首领手中。仙道首领清虚观，魔道首领连月宫，只要盯紧他们就可以了。那咱们该先盯着谁呀？仙道本来没有破天图。如果现在有了，就足以说明问题。先盯紧他们。狒狒，除了打架，有时你也该动动脑子。动脑子的事儿有你跟杂毛鸟就够了，我只负责砍人。清虚观是吧？要是发现破天图，他们就死定了。哼！那老人是个高手。我天赋一般，可有向道之心，还求老人家成全。想修真的人多了，个个都说有向道之心。要是凭这就能拜入清虚派，那这世上就没凡夫俗子了。求老人家，让我前去清虚派山门试试吧。啊，元灵石。上品，你居然有上品元灵石！偶然得来，献给老人家，以正我向道之心。不是我不放你过去，实在是清虚观有大事发生，封闭了山门。现在你去了，也不可能被收为弟子。拿着这块令牌去紫阳门。就说是我赤阳让你去的，我看好你的向道之心。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怎么还不走？老人家，我只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清虚观出了什么大事啊？老人家别误会啊。您知道，那清虚派必定是仙道领袖，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腾龙大陆。何况就连老人家您这样的仙道高人，也敢来清虚派共襄盛举，想来咱们腾龙大陆是有大事发生。您知道，我们这种小人物，要是什么都不知道，很容易丢掉性命的。哼，看不出来，你倒是懂得未雨绸缪。仙道高人共聚清虚派，是为了守护一件宝物，仙帝遗留的宝物。仙帝，破天图果然在他们那儿。莫要出去乱说，小心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纵是仙帝宝物，有您这样的高人看护，谁还敢打主意啊？哼，我仙道虽强。可那些修魔者贪婪无度，残忍嗜杀。听明良师兄说，在乾隆大陆就与魔道大战了一场，
现在群魔已在悟空血带领下齐聚连月宫，吃了个亏，魔道难道就算了？哼，这些邪魔歪道，早晚杀光他们。不过与你无关，去吧。是误会，莫杀我，我带你潜入清虚观。新鲜的杂种，果然贪婪虚伪又胆小怕死。这就是做清虚观走狗的下场。老黑，你敢在清虚观杀人？仙道的废物！别跑！莫追，小心中了魔道调虎离山之计。明了，空虚。大哥，既然知道了仇人是谁，找机会干掉不就得了？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悟空却敢号称魔王，许是12阶散魔，明良能与其对抗，也绝非弱者。你还是小心，别被人家找机会干掉吧。杂老娘，你再跟我作对，我……小黑说的对，这两人实力强大，何况还有整个腾龙大陆的散仙散魔聚集在他们身边，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那怎么办？人多势众，可也是破绽。你们也听见了，仙魔本就矛盾重重，现在又在争夺破天图，两派首领都亲自出手了，现在肯定剑拔弩张。如果咱们能让他们斗起来，那魔道都打上门了，仙道屁都不放一个，这群怂货怎么让他们斗起来啊？仙道如此隐忍，是因为他们刚刚得手，拿了我二哥的破天图。可魔道却无功而返，你们想想，魔道本就嗜杀上斗，又刚刚吃了仙道的一个大亏，定不甘心，所以才会有乌黑前来袭杀挑衅之事。要是咱们能想办法点燃魔道的怒火，那这样必会引发仙魔大战。对，到时也许就能找到机会。走，咱们去连月宫。好。族长大人，悟空血明良真人已分别回到腾龙大陆，众多散仙散魔齐聚。据青龙宫那边报道，前不久双方还在乾隆大陆大战了一场。乾隆大陆，青龙说过，那星辰阁主出身乾隆大陆。看来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族长大人，仙魔剑拔弩张，要不要再去给他们点一把火？不用。那星辰阁背后不是有位强大的散仙吗？仙魔在乾隆大陆大战，恐怕造成死伤不少。那星辰阁主若真有依靠，恐怕不会无动于衷。点火用不到咱们，何况此次事关逆阳境，仙魔妖界纷纷插手。我龙族接到了龙皇指令，想来那些仙帝魔帝也不会做事。那些原本自相冲突不断的散魔，竟能齐聚连月宫，就是明证。可你们别忘了，仙魔妖界除了仙帝、魔帝，我们龙族的龙皇之外，还有一支势力。族长大人的意思是妖族，可他们在腾龙大陆不成气候啊。既然龙皇大人，那些仙帝、魔帝纷纷动念。我不信那些妖界的皇者会无动于衷。研墨不是说过，那乾隆大陆的洪荒深处有大群散妖高手吗？想来妖界皇者若有所图，定会在此处下手。还有鹏魔岛的宗倔，他未卷入，恐怕只是因为还没得到消息。越来越有意思了，无需担心。让他们去争，反正咱们
只需与最后的赢家合作进入逆阳境。不过，盯紧各方势力，若最终其余2张破天图都在强者手中，咱们就去与之合作；若是再被弱者夺取，或者他们两败俱伤，虽说咱们不用为能否进入逆阳境担忧，但若有机会多得到1张破天图，在逆阳境中就能得到更大的优势。族长算无一策。那明良竟敢夺走破天图，哼！咱们应该杀上清虚观，屠灭了他们。乌黑大哥，我看现在还是应以完成魔帝大人保住破天图的任务为主，不必节外生枝。啊？哎！何人擅闯音乐宫？你找死！你们这些外道邪魔敢到我清虚观杀人，这一次，本真人就让你们付出代价！住手！来得好！找死！找的就是你，敢在我清虚观偷袭击杀赤阳真人，今天我要为赤阳道友报仇！放屁！杀赤阳的老杂毛，我用脚偷袭！气死我了！你别跑！孔雀，你为何不出手拦住他？你在问我？那人用的乃是紫色天火，绝对是高手，可你我却不认识，难道不该小心一二？算你说的对，可难道……难道就这么算了？你想怎样？此人说我在清虚观杀了赤阳真人，咱们就该真去清虚观杀几个人给他们看看。妹子，这可是你的音乐宫啊！仙道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如此，那就叫上大伙儿去清虚观。我倒要看看，那明良真人是保破天图，还是保他清虚观的门人弟子。乌黑没有击杀赤阳真人，难道还有其他势力插手？哎呀，管他呢，反正他们自己也有冲突，顺势而为。对，反正对咱们的计划有利，先不用管对方是谁。何况，要让他们相信这一切是仙界高手所为，我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呢。明良前辈，他们击杀我紫阳门长辈，我仙道尚未找上门去。如今他们还敢大举进犯清虚派，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任由他们来去自如？先问明来意，此时不宜节外生枝。大胆！悟空血，
星辰阁的破天图纵然被我们仙道得到，可你们魔道本就有一张破天图，为何还不知足，屡屡上门挑衅？如此贪婪狂妄，不知好歹。莫非你以为我仙道真怕你们不成？我等就是贪婪狂妄，你又何必那么多废话？点心破空，血魔月牙刃。血雨呀，你的对手是我。学长们，我来助你。蓝冰，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解决，咱们有咱们的事做，你说呢？灵山，去挡住血云。都别乱，挡住血云，我来做法。灵山真人，快顶不住了！好了。真人今日宰杀你！红莲，你敢偷袭！500年之仇，今日一定要报！一起死吧！悟空血，再这么下去，仙魔两派不过同归于尽，元气大伤。明良，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修的是血魔道，以杀正道，他们死就死了。你造下如此杀业，你就不怕遭报应了？不愿造杀业，你就停手，杀了你，我让他们停止攻击。好，好，好，怪不得仙界前辈一再强调要降妖除魔，你们果然只会带来灾祸。哈哈哈哈！明良，你真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心思？你清虚派虽然号称仙道第一，可紫阳、蓝阳等大派若联合起来，比你们只强不弱，再加上众从小派散修，也自成一方势力。这次仙魔大战，你清虚派削弱并铲除异己，事后怕是能一统腾龙大陆修仙一脉。你不感谢我，还那么多废话？你血口喷人！我清虚派乃正道领袖，堂堂正正。所以到现在为止，死的都是其他门派，你清虚派众门人只躲在后面偷袭。但魔道可不在乎门人生死，我仙道有好生之德。众仙退入石眼幻阵防御。快走！快点，走！都快！撤退！入石眼幻阵！走，快！
明良真人，那悟空血说有高手前往音乐宫挑衅，故此才引发了今日之事，此事可真？绝无此事。薛玉阳掌门，蓝冰道友，莫要听信那魔王信口胡说。当此关键时刻，我修仙一脉还应团结一心，共抗邪魔才是。明良师兄多虑了，像那悟空血所修，乃是血魔一道，以杀戮增长功力，甚至以杀戮为乐。他的话，我们自然不信。只是师弟认为，那些邪魔突然大举进犯清虚派，恐怕并非是为了杀人泄愤，真实目的还是夺取破天图。薛玉阳掌门所见极是。既如此，师弟觉得咱们就更应该注意保护破天图。明良师兄实力高强，为正道领袖，破天图在明良真人身上，目标明显，恐怕不妥。不如将破天图转移，也好防备魔道再施诡计。薛掌门所言有理，善去。是指，薛玉阳掌门提醒，魔道的目的终归还在破天图。既如此，这破天图就不适宜留在你师伯身上，你要确保此图无恙。是。此事唯有我们4人知道，想来在场的都是仙道领袖，当不会有人无故泄露出去。明良真人好算计。继续给我打，打碎他们的龟壳！是。哼，再分出几个人去毁了他们的道场外围。是。嘿嘿。看来真的打起来了，咱们出发，给他们加一把火。你们这些外道邪魔，胆敢进犯仙家道场，我天火真人要替天行道！怎么回事？谁这么大胆子？背上！杀了他们！公主，音乐宫遭袭，就是上次那人，自称天火真人。公主，音乐宫遭袭，就是上次那人，自称天火真人。好啊，想不到明良还有暗度陈仓之计。你们拖住他，我回去看看。好小子，你们还挺气，看我弄死你们！狒狒，别玩了，快回来！其他人也是，快回来！
算你倒霉，其他人的打心记下，下回再接着揍你们。敬先府，大哥你要小心。放心，我随时可以脱离战场。走。剑气？难道腾龙大陆还有剑仙传承？你就是魔王悟空血。哼，能修剑仙一道，应该也不会太笨。明良真人许给你什么好处，让你愿意来送死？哼，你管不着。重力领域。月牙刃。有意思。不见了。许黑何在？悟空血大人，小人在此。破天图呢？大人说为防备明良方田暗中捣鬼，让小人暗中保管破天图。小人知道，这破天图就是小人的命，不敢有失。你的身份既已暴露，也就不再适合保管破天图了。众散魔，搜索音乐山，务必找到天火真人。是。大哥，大哥，主人，好强！大哥，那个悟空血，难怪人称魔王，恐怕凭他一个人就能杀光我们全部了。狒狒。实力再次提升之前，千万不要和他正面对敌。哦，可难道他打胜你就这么算了？本就是计划执行必须冒的风险。这样的高手脱离战场，我不信修仙者一方会察觉不到。这样，到晚上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了。大家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也要稍微闭关一下。大哥又有突破，实力上的突破还谈不上。可跟悟空血这样的人间绝顶高手过招，怎么会没有收获呢？我感觉好像快到99天劫了，需要仔细感应一下。我们走。在5个月之后，看来有些计划要提前了。宗前辈，我是秦羽。有个关于8级玄仙藏宝之处的消息，我要告诉你。哦，秦羽小友告诉我逆阳镜这样的机密，区区小事包在我宗俊身上。吩咐暴乱星海各岛主前来我鹏魔岛相聚。是。方田。宗岛主可知仙魔两派大战已起？我鹏魔岛从来与两派都相交不深，他们打不打，跟我有什么关系？
看来宗岛主尚不知道破天图现世的消息。方田，有话直说。你总结乃是12阶散妖，元神更与我相同，皆是难得的超级神兽。这些讯息，无论你现在知与不知，早晚也会清楚。到时候凭你的实力，也必定会参与争夺。所以我愿意将消息告诉你，只有一个要求：到时候你与我合作，莫要自相残杀，让别人捡了便宜。哦，方田兄说的可是进入逆阳境之后？宗岛主名不虚传。师伯，那个外界众散魔已许久未发动攻击了。你想说什么？师侄的意思是，联系刚刚悟空血离开，也许他们没能力再发动进攻了。胡闹，这必定是诱敌之计。啊，是，可也许他们发生了什么变故。善去，你有话直说。啊，师伯明鉴，魔教嚣张。自从咱们推入石眼幻阵后，他们越发肆无忌惮。可这段时间突然无声无息，我想未必不是他们遇到了别的事儿。毕竟之前悟空血说过，有人袭击了音乐宫。悟空血的话你也相信？善去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也许真有大派高手弟子围魏救赵，助我修仙一脉。如此说来，也有可能。毕竟我仙道传承底蕴深厚，众道友更急公好义。既如此，不如师兄辛苦一趟，出去打探一番。啊，不可，这毕竟只是师侄妄测。妄测不妄测无所谓，重要的是，若真如此，乃是绝佳的战机，怎可错过呀？明良师兄若需坐镇石眼幻阵，我看你善去，精明强干，也可前往啊。他们的实力如何能探得虚实？还是你我去吧。若遭遇意外，起码可以自保。悟空血呢？叫他出来！怎么想悟空血大哥了？还是又打算借刀杀人？小人找死！玉良，你我怎样？告诉你，本真人我要除魔卫道。明善，率众散仙杀敌！乌黑，我敢一战！连月妖人，有本事莫要逃跑！找，给我找！掘地3尺，拆了音乐宫，也得找到他们。悟空血大哥，明良率人大举反攻，我们支持不住了。废物，你们！再坚持片刻，我马上就到。明良，没想到你如此阴险，竟敢再次派天火真人偷袭音乐宫。莫要再施诡计，你我正面大战一场。你等邪魔，只知以杀戮为乐，怎懂仙家兵法？若还不快退去，本真人再施妙计，联合天火上仙，让你们有来无回。师伯，明良师伯，有人操纵天火烧了秦须山道场。什么？
敢袭击我清虚观！哼，找麻烦的人呗，这还用问？跟上我，快！看来又是邪魔。降魔！漂亮！外道邪魔都齐上门了，你们还犹豫不决？再敢如此，此事之后，我清虚观要清理门户，给我上！你们开启时眼幻阵！大哥，你这天火可真厉害！清虚派的救援应该很快就到了。狒狒、小黑，你们先进青玉仙府。啊！又让我们先撤？上次在音乐宫，你一个就差点出事儿，这次……所以这次你们更要早点离开。听说那明良真人实力强大无比，如果突然出现，我怕来不及让咱们3个都脱离战场。何况，咱们的目标也不是正面对抗，而是拖延时间，等待能对付他的人。可万一那明良上来就是杀手？放心，与悟空血一战，我领悟不少，对他们的实力也有了基本的了解。想来纵然不敌，拖延一段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宗倔所说的时眼幻阵，果然不凡。你们快进仙府，不然来不及了。大哥，你这邪魔！是叔祖救命！是叔祖，天火邪魔。邪魔。你这杀戮无辜的混蛋，还敢说别人是邪魔？大胆放肆！哪里逃？
这位天火真人，听说你烧了清虚观，把清虚派弟子烧了个七七八八，真是好胆色。悟空穴，既然合作，就莫要再挑起纷争，徒逞口舌之力，又有何益处？真没想到，你们不是水火不容吗？哼！师伯，明良师伯，有人操纵天火，烧了清虚山道场。什么？哼！再不回去，你清虚观怕是要化作焦土了。哼！明良，你放心，那天火真人也曾火烧音乐宫，你若是回去击杀他，我保证不趁机袭扰，如何？悟空穴，刚刚你说那天火邪魔也曾袭击过音乐宫，想来刚刚你离开战场就是去解决此事，可他竟能在你手下逃生，想来不是实力超群，就是有什么特殊的手段。也许在你看来，就算我亲自赶回，也未必能将此人如何。可是此人凭空出现，在腾龙大陆搅动风雨，又是在此破天图现世的关键时刻，怕也是你魔道大敌吧？既然如此，不如你我暂时合作，剿灭此隐患，如何？只是暂时合作？当然，先除此外患，再征破天图不迟。明良，看来你比我更希望除掉他。我倒是想知道，为何如此啊？悟空穴，你……他是乾隆大陆的人，号称要为那些乾隆大陆的凡夫俗子报仇，你还打算袖手旁观？做下那惨案的，果然是你们两个混蛋！此人极善隐匿逃亡，我封锁空间，你出手攻击，莫要再让他跑掉。点心。大哥，是不是有麻烦了？我们出去。不用，安叔临走时都给我们一封信息，真有危险，我也能展开风系逃攻线索。你没有出来，反倒更加危险。谁？大哥，大哥！小友，你受伤了。闭嘴！那是鹏魔岛之主宗倔，12阶散妖。师伯，他就是宗倔。听说原身乃是超级神兽，金翅大鹏。多亏宗前辈及时赶来，不然真有些麻烦。狒狒，小黑，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宗倔前辈。
宗前辈，这2位是我的兄弟，黑羽、侯费，狒狒也是兰叔的弟子。蓝前辈的高祖果然不凡呐！你的原身是超级神兽火晶水源。你的原身……宗前辈，你能认出我2弟的原身？可否帮忙看看我3弟？也是妖禽一族，却一直不知原身到底是何种神兽。惭愧，虽然认出世间独一无二的火晶水源，可你这位3弟，我却真说不出来历。哎呀，秦羽小友与这位小兄弟莫要失望。世间神兽各类太多，何况就算是神兽之中，也总有一些突然变异的，甚至可能有从未出现过的异种奇兽，我认不出也是正常。单看小兄弟的气势，定是超级神兽无疑。宗俊，何故闯我清虚山道场？哦，就是你们伤了我的秦羽小友。秦羽，星辰阁主。怪不得要为乾隆大陆的凡夫俗子出头。你暴乱星海，难道真要为此人得罪我仙魔2道不成？哼！你们伤了我宗眷的兄弟，还谈什么得罪不得罪？交出破天土，我放过你清虚山一脉；不然，莫怪我暴乱星海，不念1000万年比邻之义。师伯，这些妖邪也太过猖狂了，区数人就敢上门逼索破天土，不如拿下他们，威震四方。不可！那宗眷实力不在我之下，若是真起了冲突，平白让魔道得利。难道就任他们如此嚣张？守好破天土，完成天界任务才是重点。先让他们猖狂一时，等到……哼，又能逃到哪里去？悟空血，伤我小友的也有你吧？你还不走？难道还要等我出手？宗岛主，你亲自驾临清虚山，怕不是要对付我们魔道？干你的事儿吧，我们保证不捣乱，没准儿还能帮你扩大战果。宗前辈莫要为难，你我合作是各取所需，我秦羽也不会要求宗岛主平白为我出手。秦羽小友，你放心，只是按照计划各个击破。此事之后，我定会找悟空血为小友讨个说法，不会让小友白白受伤的。找他们是我自己的事情，宗岛主只要按照计划帮我破开10眼幻阵，夺取仙道破天图就好。千羽小兄弟真是大家弟子，气势不同啊！既如此，咱们就去清虚观吧。宗俊，我已率众仙退入10眼幻阵自保，面子给足，你还想怎样？不是说了，交出破天土，不然此事难了。宗俊，你实力强大不假，可也莫要如此狂妄。难道就凭你一人之力就攻破我清虚派仙家大阵？
金龙、方田。明良，散去石眼幻阵，交出破天图。我约了龙族方田，既然答应帮小友出手，不如借此机会，为小友扫清障碍。既然决定联手夺取破天图，不知宗岛主打算对哪方动手？魔道嚣张跋扈，不如借此机会铲除一帮。不知魔道与宗岛主可有冲突？并无冲突。宗岛主说笑了吧？暴乱星海诸岛，虽有你宗倔率众散妖称霸，可也吸纳了不少散魔。与魔道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若无冲突，你怎么会对魔道下手？看来方族长是打算针对仙道，可就我所知，仙道也并未开罪过你龙族啊。既然合作，不如敞开说明白。仙道的确未得罪过龙族，他们也无此胆量。不过那清虚派有石眼幻阵守护宗门，你我誓不惧。可若是你我飞升之后，世间再无人能破此阵，难道你宗岛主就愿眼睁睁看着日后清虚派凭借石眼幻阵有恃无恐，称霸天下？方族长深谋远虑，既如此，你我就去破了他的阵法。宗岛主还不出手？解阵！出手！宗倔方田，你们竟不顾身份，联手毁我镇山法阵！明良，你在乾隆大陆杀戮无数之时，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身份？秦玉小友莫急，待我逼问出破天图的像，就将它交给你。不愧是金翅大鹏，人间速度第一。可攻破石眼幻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好处也不好让你独占了去吧？到底想说什么？我龙族自有破天图，明良也是你所擒，我自然不会出手跟你抢。你若无法审出破天图的下落，我还愿帮你一把。不劳费心。话不要说满。这样，这明良你先去审，若是审问不出，我再帮你出手审问。不过你我这样的身份，忙不能白帮。若是我审出破天图的下落，抢到此图交给你，你日后要帮我龙族一个忙。好，不过夺得破天图后，明良归我这位小兄弟，如何？我要这个人有什么用？随你处置。方田、宗倔，你们两个妖孽！破天图乃是上界先帝严令夺取之物，
你们如此行事，就不怕先帝责罚吗？莫要说这里是人间，就算真的飞升仙魔妖界，先帝也管不到我们妖龙二族的头上。识相的，说出破天图的下落，尚可少受些罪。先帝定会为我报仇。想死？怎么可能？莫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迷魂法，宗岛主竟将此秘术练成了。你叫什么名字？杨山年，师尊此法号明良。到如今修炼多少年了？勤修苦练数千载春秋。此次为何从暴乱星海回归宗门？主宗门夺取破天图。那破天图被你藏于何处？破天图。明良，你是我清虚观无数年来最优秀的弟子。此事羽皇陛下特意叮嘱要交给你办，足见重视。明良，你要知道，羽皇陛下在仙界地位极高，你若是办好此事，我们这些清虚观长辈在仙界的地位都将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弟子明白，滚开！宗爵，要杀便杀，你休想从我手中得知破天图的下落。若是丢了此图，莫说我本人，就算清虚派，甚至已飞升仙界的长辈都要遭难。宗岛主还是看我的吧。传承龙珠，正是龙族至宝传承龙珠。此宝有多重奇异功效，其中之一便是迷魂。狒狒，小黑，好厉害！刚刚是流星泪唤醒了我，若是我能控制流星泪，大哥，你们醒了，真的可以控制。明良，破天图在何处？我交予了。说，交予了谁？此图干系重大，万万不能有失。是。交予了谁？山区。你们竟敢拦我！方田，你与宗卷虽并称人间第一高手，可破天图，仙道必要留存一掌，不然仙界怪罪下来，我们吃罪不起。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宗前辈不必着急，他跑不了。拦住他！是。何人敢强夺羽皇之物？一击金仙，实力虽强，你我联手应能自保。怕的是身怀仙界秘宝。此剑仙傀儡需用极品元灵石驱动，最少1颗元灵石就能让剑仙傀儡达到1级金仙的实力。拜见仙界使者。
仙界使者。清虚观首领何在？仙使大人，我师兄为护破天图，被那伙妖邪所擒。师兄，快拜见仙界使者，是大人救了你。拜见仙使大人，多谢救命之恩。属下办事不力，为他们所擒。玉皇麾下剑仙化言：小人无能，丢了破天图。那边一个五爪金龙，一个金翅大鹏，都是难得一见的超级神兽。此事并不怪你。听说你是为护破天图遭擒，忠心耿耿，理应嘉奖。你清虚观一派所修应是点星诀，这柄仙剑点星就赐予你吧。多谢仙使，多谢仙使大人。是你们辱我仙家宗派，交出手中的破天图。七星剑诀，瑶光影。仗极品仙器之威，算什么本事？能斩妖除魔就是好本事。七星剑诀，天书玄。华言，就算你是金仙下界，在人间也难以横行无忌。你想立威，打错了算盘。如此冥顽不化，百击雷印符，一张百击雷印符，你以为我们挡不住？哼，那多来几张又如何？杀光你们，自然可让凡人知道，仙界之威不可挑衅。蓝风师叔，何人敢夺我师侄的破天图？哼！小雨啊，师兄交代妥善保管破天图，怎么被人夺取了？弟子无能，还望师叔做主。这位道友，以你的实力，应也是下界之人。理应知道，这破天图本就是仙界之物，此乃物归原主。何况羽皇陛下亲令我将此物带回，你若染指，日后如何返回仙界？我不管是谁下令，此破天图传承自逆阳先帝，被我师侄秦羽所得，与羽皇有什么关系？看来你是不肯善罢甘休了。破天剑诀，你怎么会破天剑诀？我师兄所传。你还有师兄？说是师兄，其实我一身功法皆是师兄所传。
说是师尊也不为过。我师兄闭关之前交代我将破天图带回，还望华严道友成全。贤士大人，此人号称来自仙界，却口说无凭，强夺羽皇陛下之物。不如我等助仙士大人拿下他，慢慢拷问。你那师兄，难道也在人间？此人敌我不明，不可妄动。毕竟斩妖除魔才是我仙道的责任。是，先跟我剿灭魔教，夺了他们的破天图。不好，魔界使者。杜中君，血魔帝竟派你下界。华严，何必如此如临大敌？在人间相遇不易，本魔王特意前来与你打个招呼。既然如此，打过了招呼，就请告辞吧。破天图就在我这儿，你来抢抢看呢？灵性之物，有缘者得之，无缘者拿在手中，也终究难保。何必多造杀业？是，暂且回山。宗道主蓝风前辈，此次虽未剿灭清虚一派，却也彻底毁了石岩幻阵。我有要事，就此别过。此次多谢宗前辈仗义，助我失职。当时明良悟空血联手来袭，若不是宗岛主那道绿光挡住明良真人的仙气，我恐遭不测。就是，所以这破天图就赠与宗岛主吧，乃是我的谢意。蓝风前辈莫要如此说，要不是前辈前来，我与方田都未必能全身而退。此次还要多谢蓝风前辈了。至于那破天图，仙魔使者纷纷下界，就算到我手中，也难保不被别人夺取。何况此物是蓝风前辈所需之物，我如何敢私留啊？本以为我的修为足以傲视人间，没想到，唉。宗前辈莫要担心，我兰叔曾说过，除了破天图，另有进入阴阳境的方法。若是我勤于保证，到时带宗前辈一起前往，不知宗前辈可否愿意帮我一个忙？小友请说。破天图最大的价值，无非是进入阴阳境。既然你我另有办法进入阴阳境，不如将此破天图抛出去，让其他各家去争去抢，这样你我置身事外，反倒更容易行事了。小友妙计。只是不知小友打算如何将这破天图抛出去呢？宗前辈还记得我曾向您求极品元灵石吗？其实真正需要极品元灵石的人并不是我也是受蓝前辈所托。既然咱们不需要这破天图，不如就办一场拍卖会，让他们用极品元灵石来交换这破天图。到时候，无论是仙道、魔道，谁出的极品元灵石最多，咱们就将这破天图卖给谁。好，既然蓝前辈都说另有进入逆阳境的方法，我就帮小友这个忙。这拍卖会啊，我看也未必需要限制仙魔两道。仙魔使者率先下界，可上界却并非只有仙魔两道的势力。刚刚方田走得匆忙，想必与上界龙族有关。而且仙魔妖界最大的力量，其实乃是妖修一脉。既然仙魔两道纷纷插手，想必妖界也不会坐视。总之，小友卷入各势力之间，务必要小心谨慎呢。多谢宗前辈提醒。那拍卖会的事情，宗前辈威望高，交友广，正好就拜托宗前辈了。小友放心，此事我宗俊定当尽心。你俩怎么了？好不容易度过了99重劫，以为再怎么样，咱们兄弟也不至于再受人欺负了。没想到，最终还是要靠别人。
这可不是别人，而是早前蓝前辈送我的剑仙傀儡。那华言出现时，我听宗前辈和方田说，他乃是1级金仙，而我早已在蓝峰之上镶嵌了一枚极品元灵石，论实力也不输于华言。何况作为剑仙傀儡，蓝峰根本不具百击雷印符之类的秘宝符咒，所以我才让蓝峰现身，冒充师叔，帮咱们夺回了破天图。然后再用破天图换更多的极品元灵石，进一步增强蓝峰的实力。赶紧拍卖，赶紧拍卖！到时候咱们踏平千虚观，毁掉音乐宫。还要再等等，我的99重劫就在2个月后。我把拍卖会放在渡劫之后，也是为了到时候自身的实力也能有所提升。见了华言、杜中君，我才明白，剑仙傀儡再强也是一件外物，有些关键时刻还得需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大哥对渡99重劫可有把握？当年雷卫师傅未能渡过99重劫，可我不同，不但有不少法宝，还有流星泪护身，我想我一定没有问题的。有什么特殊的渡劫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吗？大哥莫要草率，我正想说，99重劫与前2次渡劫不同，不但有各种诡异能量考验肉体，还会引发幻境。若心智不坚，哪怕只有一丝破绽，也会被迷惑心神。到时候雷劫趁虚而入，可是非常危险。怪不得宗阙方田实力如此强大，当年都未能渡劫成功，成为了散妖。狒狒、小黑，当年蓝叔带你们去的秘境，现在还在吗？哇，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我跟杂毛鸟一出来，那秘境就消失了。不过是看你们去了短短时间，实力大涨，不想让你们单独占便宜罢了。既然找不到，那就算了。一个99重劫还难不住你们的大哥。真正要注意的，还是宗阙前辈的提醒。若是上界妖族真介入此事，选择的对象要么是暴乱星海，要么就是洪荒妖族。既然宗阙没得到任何消息，也许洪荒妖族那边有必要查一查。大哥说的是。不过渡劫之前，大哥还是应该跟家人告别。至于查洪荒妖族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你们搬回左龙王朝吧。小雨，你的麻烦解决了？很快，而且回到这儿，我才感觉到，家应该是有记忆、有温度的地方，不然再好也不过是座房子。我想，你们肯定不愿意长期待在那儿。主人，小莫，当时我曾答应，日后不会对你横加驱使，只需要在我不方便之时护我家人。站在你面前的是我的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跟随我四处冒险，只要留在这里静静修炼。唯一的职责就是护我家人平安，你可愿意？主人放心，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休想伤害你的家人。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小莫是大成期的神兽，虽不能说纵横无敌，可应该也不会有人前来无故招惹。有他在，大家安居左龙都城，向来也无大碍。小雨，你为家人已经做得够多了。我虽修为低微，可也听说过羁绊越多，99天劫越难度过。小雨，你只是渡个劫而已，有从外加功夫修炼到先天境界难吗？何况我现在宝物无数，你们就放心吧。再说，就算万一真的……嘿，大哥，我跟杂毛鸟从洪荒回来了。好，我现在就赶过去。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
我得走了，你们多保重。小雨，万一渡劫不成，做个散修也没什么，千万不要逞强啊！大哥，洪荒那边好香啊！青羽仙府的美酒是不错，可论带劲儿，还得说是这凡间的美酒。馋了，咱们去那儿坐坐，边喝边说。好，天天修炼战斗，修炼战斗，好久没喝过人间的美酒了，我还挺怀念这味道的。哟，客官，几位客官这边请。请。三位爷，有个大个子在那喝酒，一上午已经喝了好几坛了，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我过去让他们安静点，别搅了您的酒兴。人家喝酒，我们也喝酒，谁搅谁的酒兴？是，这就是爷您体谅小的了。三位请坐。要点什么？就他喝那酒，先给我们上10坛。菜好吃的你们就往上端。10坛，三位爷，那是烈火烧刀子。让你上就上，还怕缺你酒钱吗？行，听爷的。放这就行啊，我们不用管。啊，行了。哎呦，忙你的吧。好，不打扰三位爷了。三位爷慢用啊。小的先告退了。又来一坛，我数数。烧刀子，再来10坛。你们在洪荒有发现吗？也没什么发现。其实洪荒那边妖族都老实得很，而且听说核心区的统治者前不久闭关了。是杂毛鸟说情况紧急，要赶紧告诉你啊。太老实，你的意思是洪荒不正常？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也是为了破天图，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管他们呢，有人敢惹麻烦，揍他们就是了。我跟杂毛鸟急着赶回来，是为了别的事儿。天劫，大哥，你不是要渡99重劫吗？去洪荒的路上，我跟杂毛鸟特地问了史家兄弟，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99重劫是8道威力递增的劫雷，和最后一道蕴含了天火和劫雷的双重攻击。天火，天火对我来说就是养料罢了。不是，我们要说的不是天火，是不一样。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我们的99重劫和史家兄弟的完全不一样。你们的意思是，针对不同渡劫对象，99重劫也会不一样？对，我跟杂毛鸟的比他们的厉害多了。只有前6道是普通劫雷，第7道开始就有天火攻击，而且到了第8道更是出现了心魔诱惑。心魔诱惑？让人分心。然后在分心的时候啊，最强大的第9道天劫就降下来了。最强大？对，可是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强大。反正要不是蓝叔提前灌注了抵挡的能量，我跟杂毛鸟绝对扛不过来。难得有空闲，不想那些烂事儿。再说早晚要面对，担心你受虐。喝酒吧。对，喝酒。来，喝。那边老二，再来10坛烧刀子。我们这边也一样。小二，接着盛酒。几位爷，小店实在没有酒了。我这还有，请你。痛快！小子，到你了。真麻烦。小子，我看你很顺眼。我？就是你，我叫蛮钱，你可以叫我蛮钱大哥。哼，叫你大哥，
凭什么？我就一个大哥。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我管你是谁。狒狒，哈哈哈哈！果然有傲气，不愧是火井水源。蛮前兄，介绍一下，小弟秦羽，这是我二弟侯费，脾气天生桀骜不驯。这位是我三弟黑羽，脾气比我二弟高冷。我有时脾气也不大好，不过一起喝过酒，就算有了交情。我在你的传讯令里留了个印记，有什么麻烦可以找我。这凡间的麻烦，一般难不住我。哼，哪儿来这么个大块头？虽然揍了我一酒坛子，可我倒觉得他还挺有意思。能让你有好感的家伙可不多啊。其实我感觉还会跟他再见面的。走吧，该渡劫了。一个人类，却有2位神兽兄弟竟愿意为你跋山涉水探查蛮荒，有意思，真有意思。秦羽小友拜托我组织的拍卖会，就定在这儿。你安排人在这里打造亭台楼阁，准备迎接各方来客。记着搭一座高台，展示破天图用。是，师傅。按您所说，秦羽兄弟对极品园灵石念念不忘，为何又要等上数月才来拍卖破天图呢？上次再见到他，能看出他已经到了渡劫中期，恐怕是要等度过99重劫吧。什么？99重劫？能度过此劫的人十不存一。他，他毕竟是人类，渡劫比我们这些神兽妖修总会容易一些。可秦羽兄的修炼跟一般人好像很不一样。哎呀，不用为他担心，有蓝前辈这样的高人守护，想来成功渡劫问题不大。何况99重劫，你我修真之人总要面对，还是尽快将他托付的事儿办好吧。是。大哥这99重劫蕴含的能量很大呀，能量再大也伤不了大哥的肉身，我担心的还是心灵幻境。前6道雷劫的威力比咱们的小得多，大哥应该没事。这样才令人担心，这说明后3道雷劫凝聚了大部分能量。看来第7道天劫要有天火攻击了。雨儿，你大哥得罪了海外上仙，被小莫，
我让你保护家人，你……不对，我在渡劫。受！住手！月牙刃，天心。我说住手！让你们住手！不可能，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一道天劫，来吧，渡过99重劫，我就有更大的力量保护家人，保护所有人。青玉大哥。丽儿，青玉大哥，兰叔帮了我，偷偷带我逃出来了。丽儿，我在渡劫，你离远一些，别伤到你。青玉大哥，恭喜你渡99重劫成功，咱们又可以无忧无虑的在一起了。这段时间我练了新曲子，一直想弹给你听。干什么？救大哥呀！撒毛娘，你放开！你疯了！天劫乃是针对渡劫之人，帮忙抵挡也没有任何帮助。你现在冲过去，只会让自己也受到天雷的惩罚。丽儿，你回来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说过我会来找你的。不管如何，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说过，可你一定知道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不，你说过。99重劫，我一定能度过。
大哥，你渡劫成功了，成功了！我就跟杂毛鸟说，99天劫对大哥算个屁呀！看看大哥毫发无损吧。刚刚第9道天劫劈下来，是谁都快掉眼泪了。谁掉眼泪了？陆中君出来见我。什么人？敢来音乐宫撒野？陆中君，快出来！何人大呼小叫，如此放肆？蛮前，是蛮前兄啊！没想到妖界竟会派蛮前兄下界，牛魔皇真舍得。魔界不也派了你下来吗？魔界那几个料理，你也算不错了。蛮前兄说笑了，不知蛮前兄这次大驾光临是破天图，你的破天图给我。蛮前兄又说笑了，这破天图乃是血魔帝炎令我守护之物，给了蛮前兄，不是要兄弟的命吗？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相关？蛮前兄，破天图真不能给你。不过你我可以合作。合作？怎么合作？破天图归我，但我可以让出一些名额给你。名额？多少名额？2个名额。3个，最少3个名额。不可能，一张破天图只有5个名额，你要做多一半，不可能。加上持破天图者，一张破天图是6个名额。我要走的是一半，不是多一半。杀了你，名额全是我的。好，3个就3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知道杜兄你不会让我为难。来，敬你一杯。蛮前兄可知，虽然你我2人各只有3个进逆阳境的名额，可眼下有个好机会，可以让咱们拿到更多的名额。有劳宗前辈费心了。都是冲儿的功劳。宗道主，人都到齐了。仙界使者华严，携明良真人、雪雨央、你们来与不来都一样，我们魔道必定会购得那张破天图，不用自我介绍了。拍卖，还没拍你们争个什么？星宇，咱们又见面了。我龙族也来凑凑热闹，宗爵老兄，你可要好好招待呀！那是自然。诸位，请。尚未恭贺小友度过99重劫，在宗前辈面前，不敢论修为成就。星宇、侯费还有黑羽，我来了。蛮前兄，蛮前前辈，听晴玉小友说过，前辈豪爽海量，此处有酒，前辈快请入座吧。你这家伙比余粮有趣。让个地方。几日不见，逆渡99重劫成功了，有2下子。与肉身被毁，也只在分毫之间，差点就只能修散仙了，幸运而已。幸运？99重劫靠幸运度过。你就宗雀吧，金翅大鹏，了不得的超级神兽却成了散妖，看来当初比较不幸了。前辈说笑了，99重劫的威力巨大，当初我渡劫之时困于幻境之中，直到最后一击才清醒过来，不得不放弃了肉身，拼了老命，也只逃出了元婴。
至于是幸运还是不幸，前辈乃是妖王，宗眷不敢妄测原身。可我本人加上侯费都是超级神兽出身，同等境界实力更强，可天劫的威力也大得离谱。你是人类，论原身强大，自然不如我等，可天劫的威力也会相应降低。你和我们谁更幸运呢？大哥，他是不知道，你那天劫的威力比超级神兽的都恐怖。宗爵，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若说到凡夫俗子，踏入修真界，机缘巧合度过一次49天劫，也许可说是幸运。可能修到我等的境界，谁不是经历了无穷磨难，九死一生？难不成次次平的都是运气？能度过99重劫，足证几位都是心智坚韧、心思清明之人。小友也莫要过谦，须知修真界实力为尊，展现出强大，也许倒能少掉许多麻烦。两位的教诲我记下了。其实就算两位不说，我也不能坠了蓝叔和我蓝风师叔的名头，不然蓝风师叔到来还不得教训我？哦，你那蓝风师叔也要亲自来此？当然，破天图是我蓝风师叔的，元灵石也是他要，他当然要来。那蛮前前辈来此只是为了饮酒，还是？哎，我可没打算在这个事儿上跟你套什么交情。既然是拍卖，那当然得按规矩来，不就是元灵石吗？切！可是宗俊，我虽说不会干预拍卖，可你这拍卖会筹备得也太差劲了。不知有何事令前辈不满，宗俊即刻改进。一家只给1间客房，这也太寒酸了吧？我马上安排人为前辈加盖房间。哎，那倒不用，我已抢了魔道的驻地，够住了。蛮前，血魔王大人，这蛮前嚣张无忌，夺我驻地。血魔王大人不愿与那蛮前正面为敌，是因我魔道自有破天图。可那仙派的华严若想完成任务，却退缩不得。可就算华严想正面对抗蛮前，也未必有此实力。小人的意思是，若无机会染指此图也就罢了，若真有实力与蛮前一搏，华严为了完成上界的任务，必定会孤注一掷，不惜代价。若我魔道帮他一把，定能挽回许多好处。那华严要是自己争气一点儿，索性让他得了破天图，彻底断了蛮前得破天图的指望。即便不成，我魔道也有所得。嘿嘿，有点意思。这些应该足够敲华严一笔了。你与魔道有功，这件极品魔器血月就传给你吧。谢血魔王大人。诸位，今日乃是破天图拍卖之日，此事我早已遣小侄来办，今日大家也要听他安排。小雨，诸位，拍卖之前，宗岛主早已传消息给了各方，此图乃是我师叔蓝风所有，今日以极品元灵石交易，谁出的极品元灵石多，此图最终就归谁所有。拍卖成功后，现场交割。若是有谁为阻止他人交易，虚报拿不出的元灵石数字，那谁虚报，就是与在场所有人为敌，大家都要出手。蛮前兄说得好，我受蓝风师叔所托，交办此事，纵然实力不高，也定要出手维护拍卖会的秩序。现在我宣布，拍卖开始。刚刚诸位进场之时，都暗中查探过此图，这现场验证的环节就免了吧。大家可以出价了。2枚极品元灵石。杜中君，你真敢开口？2枚极品元灵石就打算拿走此图吗？我出3枚。热场，凑凑热闹。我出4枚。何必如此浪费时间？
对此图志在必得的，也无非就是我与华严。华严，你有多少园灵石？直接说出来吧。哼，凭什么？若你手中根本没有多少园灵石，我却报了高价，不是白白多花费了许多？5枚。你有耐心，我就陪着你。6枚。7枚。8。9枚。大哥，蓝方快要能发挥全部实力了，9级金仙肯定人间无敌。10枚。11枚。好，没想到你准备了这么多极品园灵石，比人间仙派所有的总数还要多出不少。12枚。我只有12枚，你若还有，破天图就归你了。你若没人出更高的价钱，破天图将归蛮钱所有。慢，我这里还有3枚，现场出售。我买。啊！哈哈，这些园灵石我就收下了，多谢。公平交易，不必言谢。我谢的不是这些园灵石，而是你龙族不再参与争夺破天图。以后谁若再说你蛮钱有勇无谋，我鳌凤第一个不信。放心，我极品园灵石都交易给你了，还怎么参与争夺？将龙族的极品园灵石都交给他，你希望他得破天图？不，我只是希望龙族能得到更大的优势。我只是拿出3枚园灵石打算卖出去，不算违反承诺吧？为了园灵石，你从我这里拿走了偌大的好处，现在却又来阻我成功。我说卖，又没说卖给谁。他华严可买，你蛮钱也可买，何来阻你成功一说？你拍卖主人在此，我自与他们交易，事后依然还是出价高者得此破天图，如此不算违规吧？确实不算。看，拍卖会的主人都说无事，这3枚极品园灵石，你们到底谁买？什么价？每枚园灵石换极品仙魔妖器1件，或同等符咒、丹药。比如你那百击雷印符，每张也可换取1枚。你疯了！极品仙魔妖器，百击雷印符，哪个不值10枚极品园灵石以上？你那是在仙魔妖界，可这里是人间，爱换不换。等一下，我换2件极品仙器，换2枚极品园灵石。华严兄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刚刚说的是3枚极品园灵石现场出售，要买就3枚都买走。鳌凤兄好算计，这是要逼着大家将仙界带来的宝物都交出来呀！哼，既然如此，我可不能让你如愿。反正杜中军答应分我3个入逆阳境的名额，我没必要为了此图孤注一掷。华严兄，我出13枚极品园灵石。拍得破天图者，为仙使华严。蛮前修，小弟拜访。蛮前修，白天拍卖会上，还要多谢你未当场发作，没让小弟为难。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愿赌服输。既然说了要守规矩，
我自然不会反悔。毕竟是他们算计了蛮前兄你啊！哼，区区腾龙大陆的修仙一道，我就不信他们能拿出那么多极品元灵石，定是杜中军从中捣鬼。既然蛮前兄看得明白，那我就直说了。现在3幅破天图已各定其主，仙魔龙三方显然都不愿意蛮前兄得到此图。那杜中军允诺你的3个名额，他也未必可靠啊。他敢违背承诺，我扒了他的皮！哼！哎，对，对付这种人就得揍。哎，不说这些烦心事，趁此良宵，还是对月痛饮来的痛快。兄弟，请。蛮前兄洒脱，来，请。请。今日，我等要宣布一个重大喜讯：我修仙一派终于得到了破天图，进入逆阳境夺取重宝，完成羽皇陛下交托的任务，指日可待。仙道昌盛，万古长存。此次化颜上仙将亲自前往，我等也要随同协助。待我等走后，各派要谨守山门，莫生事端。若有人胆敢惹出麻烦，影响了大事，休怪我等无情。诸位仙长，请问前往逆阳境的都有何人？我等4人，再加上清虚派选出的1位高手。请问我赤阳门就没有随同的名额吗？我赤阳门主赤阳真人也是11阶散仙，且是为了守护清虚观、争夺破天图而牺牲。再说，上次清虚观遭劫，我赤阳门全派驰援，弟子门人损失无数。怎么，你们这些大派高人，见我赤阳门没了高手，就要将我们一脚踢开吗？放肆！命令已经公布，此事横生枝节，不可恕。你等，它还有异议？抵抗妖魔侵袭，为仙道尽力，乃是我修仙之人的本分。竟敢在这索要好处，你们赤阳门中出了此等人，可见平时悟道有偏，教育不严。罚你们全派面壁1000年思过，派人押他们回去，1000年之内不许出入山门。是。明良师兄好手段，那赤阳门仗着自己是传承10数万年的大派，安排他们做些什么，每每都要讲些条件。如今赤阳真人已死，竟还不知收敛，这下1000年不能出山门，恐怕传承凋敝，再难恢复往日气象了。没了门中高手，竟还敢如此放肆，真是找死！明良，今日我要为乾隆大陆遭你残害的众生报仇。当日乃是悟空穴挑衅，杀人者也是那一群魔头。你若住手，我愿帮你一起找他们算账。刚刚赤阳门不过问了几句，你就将其斩杀，这还是你仙道一脉之人，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魔头？另外，悟空穴之事我已办完了，无需你操心。何人胆敢偷袭？啊！
三叔叔都这么厉害了，还要修炼啊？三叔叔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修炼呢。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害了，是你们干的。不可能！何人敢在清虚生撒野？仙使大人，是蓝风，蓝风袭杀了我明良师兄，我认识他的剑气，仙使要为我等做主啊！闭嘴！此事分明是魔道所为，你们怎么说？仙使大人料事如神。哎，大哥，事情都办完了。办完了。死者不可复生，可如今也能瞑目了吧？接下来，咱们就需要关注仙魔龙三派何时前往阴阳镜了。你们也要随时做好准备。准备倒无所谓，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怎么？大哥，近来我跟杂毛鸟体内的妖元力已转化了不少，到达大成期了。眼看飞升在即，不知是否能陪你完成任务。这是好事啊！什么好事啊？你正需要帮忙，我们感受到飞升，说明你们修炼又突破了关口，还不快去巩固？大哥，小黑、狒狒，咱们兄弟生死一体，难道大哥存在就是拖累你们飞升的吗？再说，快点去巩固境界，到时候要是能一起入阴阳境，还能帮上更大的忙。星辰变功法到了恒星期之后，不过是我的推演现象，再修下去是祸是福，尚未可知。蓝风，你能助我斩杀仇寇，却不能替我飞升。真正的修行之路，还是要靠我自己。雷卫师傅，我定会创出星辰变功法的前行之路。华言，你竟敢袭杀悟空穴，想要毁尸灭迹！别忘了，剑气瞒不了人。我刚刚将血月赐予悟空穴，他就被杀了。给我再去找个进逆阳境的人选，快去！是，别敢拦我！华言，我尚未去清虚观找你，你竟敢来此处伤人！哼，正好我找你也有事。悟空穴可是死于你手。悟空穴死了？哼！华言，敢做也要敢当。悟空穴可是12阶散魔，在这人间有何人能转眼之间将其袭杀？何况我赶到之时，亲见现场的剑气尚未消散。剑气也未必是我，说不定是那剑心蓝风呢。清虚派明良也被害了，现场也留下了血魔道法的气息。我可没有上来
就说是你所为。若要留下血魔气息，未必需要修血魔之道。悟空血死后，我赐予他的极品魔气血月被人夺走了。你仙道可有仙气丢失啊？我说不是就不是。区一个人间修士，你要我如何信你？哼，莫要虚张声势。你我下界的目的都是为了逆阳境，你又不傻，怎会为2个尚未飞升的凡人节外生枝？跟你说明良之事，只是为了日后合作，大家莫要各怀敌意。还是说说正事儿吧。话言，杜中军，现在破天图在我等3人手上，若想就进入逆阳境，只需咱们3方合作。我看就没必要耽误时间了吧？3日后出发如何？我自然也愿早日完成任务，也好回归仙界，向羽皇陛下交差。哼，合作自然是要合作，可蛮前那紫铜牛魔王发起狂来，你我何人招架得住？那蛮前手中就没有破天图，只要出发时你瞒过他，等咱们入了逆阳境，寻到宝物，直接飞升仙魔妖界，他区一个1级妖王，还能到魔帝面前去找你不成？哼，堂堂魔道使者，竟如此畏首畏尾，看来你也的确不敢袭杀我仙道的明良。你好，大事为重，3日后出发。怎么了？没什么。事情既然定了，本魔王就不陪2位了，辞别。此次入逆阳境寻宝，鳌凤长老可有把握？并无把握，但此事也关系到上界龙族兴衰，必须尽力而为，也尚需方田族长率人间龙族鼎力相助。龙族一体，义不容辞，何况龙皇之命不可违。而鳌凤长老来到人间，是代表龙皇陛下的。我虽来自上界，可那不过是吃长几岁，修行时间更长罢了。终归不过是寻常金龙，可你方田族长乃是超级神兽五爪金龙，龙皇本就对你另眼相看。这次逆阳之行一旦得手，族长他日飞升必是一片坦途。但逆阳境祸福难测，还需随机应变。人间龙族3长老听令，速去准备。2个时辰后，随龙使鳌凤出发。是。我也去准备了。今日我仙魔龙3派将齐聚阴龙岛，同入逆阳境。你宗岛主可缺什么仙器呀？若有机会，我帮你取1两件，不然等我们回来，你这人间第一高手的名号，怕是要不保。先帝之宝，可是随意能拿的？我看你还是小心些，注意保住自己的小命吧，别总惦记我。好了，消息告诉你了，你们有什么计划？也该开始了，将到手的破天图拍卖出去。我不信你宗眷会彻底放弃进入逆阳境的机缘，定是还有计划。我也想看看你宗眷的后手到底为何。有后手的可不是我。蓝风，
人间龙族听令，出发！可惜那明良真人的元婴被血月污染，不然对大哥的修炼也是一大助力。嗨，无所谓，大哥拿到了那么多元灵石，单凭蓝风就人间无敌了。大哥，有蓝风在手，你何必如此日夜不停的修炼呢？自然是为了接下来的大事。大事？当然是入逆阳境了。对。仙魔两派与龙族拿到了破天图，必定会联合起来，尽快前往逆阳境。那明良、悟空血，就算明良、悟空血死，也绝不会耽误他们太长时间。12阶散仙散魔又怎样？在那些上界使者看来，也不过只是增强实力的工具。草菅人命者，却不知自己在他人眼中，命亦如草芥。狒狒，小黑，看来咱们也要准备出发了。哦，仙魔龙出发了，那大个子呢？门前，仙魔龙那3派小人自然会甩掉他们，我们就带他一起去吧。哦。魔石大人神机妙算，果然瞒过了那头蛮牛。那蛮前实力强大，桀骜不驯。啊，我是说他自恃蛮力，多次对我无礼，只是看在魔帝陛下的大事份上，不去与他计较。如今我与华严、鳌凤3家联合共探聂阳境，又怎么可能为他耗损真心名额？陆中君，何处去？蛮前兄，本魔王要传授他们魔界道法。哼，既然如此，把破天图留在音乐宫中，我放你离去。你莫要欺人太甚！欺你又怎么样？实话告诉你，自雪域岛拍卖之后，我一直就在音乐山中。3日前花颜来访，今日你潜行而出，除了打算违背承诺，悄悄前往逆阳境，哼，你还有什么解释？一会儿听我下令，你们就先走，到银龙岛再聚。是，走。找死！哼！蛮前，你太过分了！天图的名额，失信者死！神血盾！该死！蛮前大哥，若前往泥阳境计划不利，可愿来雪鱼岛一叙？杜中君呢？路易妖使门前拦路，魔石大人令我等先来，自己留下断后。魔石
大人，莫使大人，莫使大人，可甩掉了蛮前。自然，我施展了血魔道秘法。蛮前怎能追得上？别磨蹭了，开始吧。死亡深渊。你知道这里？年轻时，我曾与宗倔一起前去试炼。你进过死亡深渊？没有，将到达边缘就返回了。方田，把你了解的信息都说出来吧。这里地处极地，凡间古老传说之中，里边生机全无，入者必死，所以被称为死亡深渊。至于里边有什么，根本没人知道。死亡峡谷外围，乃是占这座星球一半的极地。从腾龙大陆向北数百万里，就会进入极地岩域，有无尽炎火之气充斥其中，其广袤更是达到数十亿里。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灵气可供补充。而若从腾龙大陆向南，也一样可以到达极地。不过，要穿过的却是极地寒域，与极地岩域一样，这里没有灵气可供补充，广袤无边。可威胁却是来自无所不在的寒气、狂风。深入之后，凛冽的风雪甚至能割裂空间。咱们这么走了有1年了吧？还有多远？1日10万里，照这样，还需要再走2年。还要2年？大哥，一去这么久，你家人那边？现在才想到，出发之前我就派始兴兄弟过去了。人间的高手大多都会附阴阳镜，有他们3个，再加上小莫，我家人那边不用担心。你还是小心赶路吧。没事吧？是空间裂隙，咱们已经深入到了极地寒域，那种被锋刃切割出的空间裂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万一被卷进去，轻则身受重伤，重则尸骨无存。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浪费法力重新凝聚手臂，在此处无法补充能量，不要浪费。另外，小兄弟，在咱们之中，你最了解逆阳镜。如此赶过去，就算咱们都能安全抵达，恐怕也是强弩之末。进了逆阳镜，还需与其他3方争夺宝物，我担心。宗前辈放心，莫说地图上标注的路线，他们的只会比咱们的更难走。就算真的到时候遇到麻烦，咱们也还有强大的帮手。哦，难道是蓝风前辈有其他进入的方法？到了需要的时候，我蓝风师叔自然会出现。
你功力又有突破。恒星期，我终于到达了恒星期。从今以后，师尊的经验到此为止。以后功力突破、境界突破，靠我自己创造。丽儿，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到飞升的道路，一定。小心！大哥有突破，我也没闲着，妖元力已经转化的差不多了。哎，早猫鸟，你呢？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转化成功，飞升而去。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但愿还有一段时间。狒狒，小黑，专心赶路，别再分神了。死亡深渊到了。蓝氏天火，这竟然就是蓝氏天火！传说中，就连金星也无法抵御的蓝氏天火，竟会在人间出现。杜仲君，满浅，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们能来是因为有地图，我们能来自然也是因为有地图。来找你算账的，来呀！你那喷水章鱼的招，有本事在这儿再用一次！满浅，我一忍再忍，你莫要欺人太甚。怎么，凭自己超级神兽的原身，你就想为所欲为？你可别忘了，我也是血魔道精英弟子。血魔道就是狗屁！让你得个教训！我杀了大人！满浅，你不要逼我！逼你又怎么样？你要战，那就战！血灵谱，传说中能短时提高实力的血魔道灵丹。只是他此时服用了，入泥阳境岂不是少了1丈？看来是真打算拼命了。满浅，算了，不在这儿跟你拼命，进泥阳境再找你算账。既然不打了，大家出发吧。怎么，打算让我们先进去拼命，你们跟着捡便宜？是将机缘让给你们，免得拼了老命，最终也没拿到先帝宝物，所以还是你们先请吧。当时听那前须说到青鱼仙府的重宝独一无二，我猜测并非是指这1分为3的破天图，看来那样东西在你们手里了。哼，你刚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找到这儿？这么笨，你是怎么修成极限的？找死！话言，持破天图可入泥阳境，可入泥阳境未必需要破天图。
我蓝风师叔自有其他办法，却无需向你解释。你实力强大，可在此处也难保万全。逆阳镜就在眼前，就不怕真出些闪失？料到你总觉有入逆阳镜的方法，能带多少人进去？我们全部。好你个金毛鸟！既然谈不拢，不如各走各的。让他们先走，我们随后进入，免得被人尾随，占了便宜。好，那你们也莫要跟着我们，咱们的路会更好走。地图所示，我们应该在此处向右，可……反正只能跟着地图走，相信我，就跟我来吧。大哥，这幻境做得真了不起。传讯令牌也不能用，看来还是得靠他们自己决断了。有大人。我跟他们说，只能信你，他们不信。这就是逆阳镜，传说有无数珍宝的先帝洞府。我还活着，我还活着！看来你们的地图也是真的，就是路上不太好走啊。他们竟然真有地图，早知如此，当初不如杀了那秦羽，夺了地图。对，也免得白白耗费了那么多极品元灵石。啊！看来逆阳镜果然在此。叫大家都过来。大家围到我身边。破天剑气。
触发禁制，就算是惊仙妖王的实力，也可能瞬间身死道消。你等能来到此处，想必皆是得到我所留讯息之人。既然经历了千辛万苦入我逆阳境，我自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明星境中有散宝岩，我留有仙魔妖气无数，望你等以缘法善取善用。散宝岩，逆阳仙帝留下的宝物。仙使大人，散宝岩乃是逆阳仙帝留给我仙道的缘法，咱们快走，莫要被他人占了便宜。我们如何行动？我看不如分头寻找，各凭机缘。这里太大了，此处难有灵视感应，只能靠眼睛。若散开了，莫说遇到危险难以相互救援，就算想再聚起来都不可能。还是一起行动吧。这明心境也太大了吧！明心境的考验会越来越难，从不能大声喧哗，到不能发出声音。禁制一解，散宝岩就在前方。原来这3道闪电必须有人 IP 才行。谢谢啦。散宝岩上有极品仙器数件，其中更是有一套极品仙器战甲。去吧，找到适合自己的仙器，才有更大机会在接下来的考验中生存下来。动手！你敢！宗前辈，且慢。哈哈哈哈！
这机缘，果然是留给我仙道一脉的。极品仙气！陷阱，是陷阱。刚刚略有感应，好像是拿到仙气滴血认主后，触发了某些禁制。我尚未来得及滴血认主。诸位可寻到了紫元法呀？忘了告诉你们，每一件仙器上都有我布下的禁制，只要滴血认主，便会元婴爆体而亡。对了，想来你们当中应该有来自仙界之人吧？刚刚可受到了教训，我奉劝你们趁早放弃。要知道我的考验对魔妖皆是一般，可若是碰上仙道修士，则威力会大上3倍，你们活下来的几率也不过其他人的1/3。华言，看来这逆阳镜对你可不是那么友好啊！玉皇玄帝又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惹得这逆阳仙帝如此的愤怒。混蛋！怪不得玉皇陛下说那逆阳乃是卑鄙小人。这秘术是我学子好友黑焰君，若想破此秘术也很容易。一种方法是只要有1级玄仙以上的实力，以体内真火炼化即可。不过，若你们真有1级玄仙的实力，仙师早已发现此禁制了。至于另一种方法嘛，这禁制只有1次，凡是被滴血认主过的仙气，下次再被夺取，便无事了。这次是真的。你们在担心我诱骗你们？告诉你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我愿留机缘于后人，可没人能不劳而获。告诉你们第2个信息吧，拿了3宝岩上的宝物，继续向前，走到终点的人将得到那件至宝。后面的东西再没有什么禁制秘术了，因为我累了，也没有时间了，不想再斗了。运气真的很重要。放下极品仙气战甲，饶你不死！大哥，仙气入手，可宗倔前辈也不敢贸然滴血认主，这么下去，早晚还是会被别人抢走的。狒狒莫慌，这泥阳仙帝恐怕真的是遭遇了什么变故。他说话的语气与九剑仙府是完全不同，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那万一不是呢？再说咱们总不出手，不是空手而归，白来一趟。我自有确认的方法。没听阴阳仙帝说吗？真正的重宝机缘还在后边。先助宗倔前辈夺得宝物。哦，宗倔，既然不敢尝试，还是把仙气交出来吧。找个小辈测试一下，若死，让他去死；若无事，再杀了他，夺回仙气便是。你试试。宗前辈，此法的确可行。找个人再滴血认主1次，就能确认是否还有禁止秘术了。多谢华严仙使指点。大胆！极品妖气！你说是，那就是吧。哦，肯定是师尊给的。
分身之术。哼，他一个凡间修士，怎可能用出分身之术？只是身法迅捷，这应是人间速度的极致，也称得上是惊翅大鹏一族的绝技了。别，不要！仙师大人救我！话言不必恼怒，只是借他鲜血一试，他没死，还能白得一件仙器。走吧，真正的重宝还在前面，想来也不会有人继续为这些东西耽搁时辰，枉送性命了。仙师大人，这你杨这老疯子，玉皇陛下的命令不容有失，咱们走。刚刚逆阳先帝曾说，直走即可到达最后的藏宝之处。看来，先帝所指的路线，便是要通过这条青云路。大哥，大哥啊，什么事啊？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吧？那你去处理掉他们。政事要紧，莫要节外生枝。是侯废黑羽，他们的妖元礼仪转换完成，很快就要飞升了。飞升，相识一场，应该去告别。就那么点时间，还是留给他们兄弟吧。这么快？我跟杂毛鸟本来以为一起探索逆阳境了不起，用个1年半载，剩下的时间咱们兄弟还能好好聚聚。谁想到在极地寒域整整走了3年多，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在极地寒域最后一段的时候感觉到的，那时候大家都要全神贯注，我们怕你分心，没敢告诉你。进了逆阳境，明心境不方便说话。3宝岩又是一场大战，所以到现在才找到机会。还有多少时间？就在此时。我本来会再迟半天。可因为相差无几，所以猴子飞升的时候，自然也会被吸到上界。哎，大哥，我们要告诉你这个，不是为了让你担心啊。我们是想说，本打算陪着你探索完逆阳境，现在看来是没时间了。大哥，这逆阳境危机四伏，诡异难测。我怕。对，总之就是超级危险，而且前面的青云路，对吧？看着就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意外。我们飞升了，你一个人，要是青云路太危险，我就不过去，在此修炼到飞升。
那就好。不过大哥，等你飞升了，一定要来妖界找我们。我在妖界等你1000年，如果你不来，我就走遍上界找你。如果找不到，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会想办法下界。大哥，一定去找我们！一定，我一定会去妖界找你们。又有何信息浮现？石碑上又有变化。每次只可通过一人，若在此人成功通过或失败死亡前，他人踏上青云路，则2人都必死无疑。同时上2人则必死无疑。哼，有意思。谁先来？我来。不行。第一个探路者危险更大。怎么，我去做探路时，你们都不同意？嘿嘿，探路用不着你这位仙使大人吧？危险大，可真的通过了，好处也不必多说。你华言这点心思骗得了谁？你仙道探路可以，但你本人不行。好，我让手下先去。好啊，这样，第1轮各方各派1人，但各方使者以及最强的宗眷方前不可以最先出发，如此可好？好，按照仙魔龙族妖族的顺序，暴乱星海最弱，最后尝试。啊？下一轮可再改换顺序。好。宁善，你去。怎么，你敢不听调遣？你想想，若能第一个踏过青云路，得到逆阳仙帝的宝物，完成羽皇陛下的重托，你的前途……华言前辈放心，明善定不负所托。慢着，留下灵魂玉简。这也太快了！杜兄，该你的人了。乌黑好像通过了第1个难关。总比明善走得远些。兽吼声，难道有妖兽？不可能。若是当年的妖兽，这么多年不是飞升就是渡劫失败，早已不在。难道是蛮前兄，那卷轴竟在逆阳境，真是让人惊喜。除了那件让上界各巨头都眼馋的宝贝，整个逆阳境，这卷轴至少排名第2吧。若是得到了它，敖凤兄，这东西你想跟我抢？谁能得到，全凭本事。蛮前兄、敖凤兄，这还没开始抢夺那件东西呢。再说，就算得到了，也要上交。你们太激动了吧？鳌凤蛮前，你们的人还走不走青云路？
岩山长老，拜托你了。是。岩山长老，千万小心！族长大人，龙石大人，放心。父王、风伯伯、大哥二哥，他们经常不在我身边。丽儿也走了，现在狒狒和小黑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可下一级功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下一级功法，我又如何进入下一重境界？如何飞升呢？得到蓝叔的线索之后，我一定要创出星辰变后辈的功法。与黑焰军之界的留存方式一模一样。你那两兄弟飞升，乃是天地规则，谁也阻碍不了。不过你也到了大成期了，飞升指日可待，到时候自然能跟他们相聚啊。这个考验只能单人通过，可到现在尚未有人能走过去。第二轮反过来，按照暴乱星海、洪荒妖族、龙族魔道最后仙道的顺序。好，暴乱星海已无下属，我们的人去。为了宝物，拼了！余良，记住，妖族自有妖族的优势，用你最强的神通。成功了！什么？余良通过了！他通过了！不可能！才这么一会儿时间，岩山他们坚持了3、4个时辰都没能成功。哼！你们忘记余良是如何踏上青云路的吗？难道是速度？毕竟是通天属，论速度比起我来，也只是略慢。看来速度是通过的关键。敖虚，你去。且慢，你说余良通过了就是通过了，灵魂玉简没破，只能说明他还没死。这时候要是有人走上去，你可别忘了，2人走上青云路，则双双必死的警告。你们不敢走，那我去。慢。若真要陷害，蛮前大哥只会陷害你和杜中军，难道舍弃余良，只为陷害龙族长老？去吧，千万小心。凭借速度只是猜测，可尼阳先帝从未展现过对速度快有什么特殊的对待，还是要做别的准备。下一轮再从我仙道开。你通过青云路径，要通知我们。那是自然，我华言岂是卑鄙小人？咱们大家在此地势，若通过青云路不通知他人，独自前去取宝，则魂飞魄散。
好，我等众人起誓，通过青云路则相互通知，若独自取宝，则魂飞魄散。若独自取宝，则魂飞魄散。除了宗具，别人根本不在乎我起誓与否。我还是太弱小了。会议通过，你们可以开始了。余粮传信，看到灰头土脸的华言了。灰头土脸，估计损耗了不小的实力。看来这阴阳先帝说对修仙之人考验严苛，并非虚言呐。哼！青云兄弟，怎么了？看来这青云路终归还是要靠实力通过，并没有什么取巧之道。我担心自己走不过去。哎呀，你家长辈也是，就这么让你来探索逆阳境啊？这不是让你来送死吗？青玉兄弟，你入逆阳境无非是寻宝。若真是对通过青云路没有把握，不去也罢。这件仙器给你，也算没有白来这一遭。宗爵说的对，青云小兄弟，我也还没谢你带我入逆阳境呢。这件极品妖器铠甲送你，若真的没有把握，不如就留在此处等待飞升。反正你也已经大成期了。谢谢宗具前辈。蛮前大哥，啊，蛮前兄，龙族敖凤、方田谁的实力更强？应该是方田。这敖凤不是上界使者吗？怎么会还没有方田厉害？你不知道妖族之事，敖凤虽是上界使者，乃是1级妖王，比方田的12阶散仙高了一级。可方田毕竟是5爪金龙。凭超级神兽的原身，也未必不能弥补。何况，即便在妖界，5爪金龙也更受重视。敖凤下界从龙皇那儿带来的好东西，恐怕大部分都已转交给方田了。宗具，蛮前前辈，你们可以出发了。既如此，我就先走一步。秦玉兄，若没有把握，千万别踏上青云路。蛮前前辈，可以了。青云兄弟，千万不要勉强。蛮前兄，你实力强大，可以要小心。若是我连逆阳境的探索都无法完成，还谈何飞升上界，与兄弟重聚，又怎么可能再见丽儿？
幸运的小子，竟又找到了白玄君之戒。两枚戒指同时得到，他们自会化作燕玄之戒，不但有双重重力隐喻，更在保留了原本的天火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白玄君的极寒道法的避烟领域。极热极寒，威力巨大。不过，不到玄仙境界，最好别让别人知道你有炼玄之境。你的运气真是好啊！若我当初有你一分运气，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如今的地步，运气，这泥阳先帝到底遭遇了什么？双重重力领域，想必就是威力增加了1倍的重力领域。果然不凡，接下来是天火领域。极热极寒，威力巨大。果然威力无穷。秦兄弟，我已通过了青云路，你自己好好修炼。狒狒、小黑，对不起，我骗了你们。为了丽儿，为了拿到蓝叔留下的线索，我是不可能留在这儿的。乌兰，燕玄之戒出现了。那东西应该就在那儿。什么东西？没什么。他们这是……蛮前，鳌峰，到底隐瞒了什么？是我的。什么东西是你的？你疯了！闯过青云路，同级之中可称精英。万寿谱乃是奖励，凭此足可纵横仙魔妖界。鳌峰，万寿谱是什么？纵横仙魔妖界。传说中的万寿谱。
风，这万寿谱到底是什么？万寿谱，乃是一件下品神器。神器？这仙魔妖界，仙魔妖气可制作而成，但却根本无法制作神器。所以，神器即便在上界，也是珍贵无比。而且这万寿谱虽然只是下品神器，可却比一般的中品神器还要珍贵。此宝必归我所有。石碑上的字变了。哦，九重天自有禁制，须待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皆通过青云路来到此处，方可打开。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还有谁没到？是那个晴雨。你通过后，可有对他传讯？他踏上青云路没有？对呀，他怎么还不过来？给那晴雨传信，让他快过来。此次任务，你既依靠我下界龙族，就莫要再隐瞒信息。你，满前，你也要完成任务，还不快给那晴雨传信？哼，不用，我嘱咐过他了。若没有把握，就不要踏上青云路。可以在那边修炼到飞升上界，自然能离开逆阳境。什么？反应不慢，可惜功力太弱，让人打得不痛快。谁？哼，我是谁你没资格知道。你要知道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走过青云路为止，只要你还活着，就会一直承受我的攻击。当然，你也可以试着杀死我。不耽误时间了，开始。看来是吸取了前边的经验，打算依靠速度。有意思。虽说是大成器，可防御无懈可击，攻击招式轻易，速度上没有弱点，看起来还有无比丰富的战斗经验。哇，动力领域！果然是焰元之界。不过想逃出青云路，可没那么简单。是谁？在这种时候，晴雨，满姐通过了，你赶紧给我出发。快点，快，肯定能通过。到底怎么了？为何都在催我？当时你们可没一个人觉得我能顺利通过。怎么还没过来？赶紧死了他了！这太慢了。都闭嘴！秦宇，别听他们的。对，你若没有把握，就在那边修炼，没人能逼你。能不能快点啊？要打架？余良，你再敢催秦宇，我先揍死你！蛮千修，宗俊前辈，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催我上青云路？还不是自私贪心！逆阳定了规则，闯入逆阳境尚未身亡者，必须齐聚九重天，禁制才能打开，所以他们才催着你过来。哼，怪不得。蛮千修，他们怕不是催着我通过青云路，而是催着我赶紧死在青云路上了。所以你千万别听他们的，我们等你飞升也没关系，大不了也在这边修炼个几十年。我已踏上青云路了。什么？你们心里丈量。既然我已到
信这就会打开。不如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夺宝，就随便牺牲我的命，我自然也不会随他们的愿。蛮前，青羽刚才说了什么？使者大人，你莫要忘了牛魔皇大人交代的任务。少拿牛魔皇大人压我，他可没限定任务时限呢。何况上界的时间本就与人间不同，你无需操心。哼。有意思。别想跑！蓝风，多谢前辈，手下留情。易阳，如你所愿，我总算等到了那个人，也放他入了九重天。多少年了，总算解脱了。那些老伙计们也到了该解放的时候了。哎呀！哎呀，哎呀！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先回去一趟，把他丢进青云路里。你跟我还有账没算清呢！再废话，我把你丢回青云路里。你们要把何人丢进青云路？秦羽，秦羽，动手！卑鄙！怎么回事？这万寿谱中有什么东西，竟能牵动我的血脉之力？真是万寿谱！开！行！蛮前，你休想！血滴子！
方田，你敢违背龙皇之令？尚未开始夺那件宝物，在此处就消耗掉真龙之灵。此物之中有东西会引发我五爪金龙的血脉力量，龙族必须得到。到了妖界，我自会对龙皇分说，当我者死。住手！众情山。真龙之灵果然不凡，你现在怕是有5级妖王的程度，还保留了超级神兽对实力的加强。我本是1级妖王，就算有下品神器，也不过3级妖王的水平。看来不是你的对手了。那你还不让开？方田族长，在清虚观，你曾助我领你的情，不愿与你正面为敌。可你现在的实力强到了远超他人的水平，你猜他们会不会让你拿到万寿谱呢？华爷，你敢！围攻一位凡间修士，你们还要不要脸？交出万寿谱，我保你平安无事。王田，住手！我不伤你，让开！怎么可能？此刀得自秦羽师门的长辈，并非妖器。啊，不是妖器，难道也是神器？门前宗眷为友，方田为人处事有分寸，其他人，是时候了。师叔，快来这里！蓝风，见过蓝风前辈。拜见蓝风师叔。我既来了，这万寿谱大家也就不要争了。你凭什么？我服用了真龙之灵，你不可能赢我。我不想伤人，你们也要知道好歹。不可能！用真龙之灵提升，我的实力赶得上6级金仙的剑仙。你怎么可能？对呀，蓝风兄，这才多久没见，你的实力怎能从2级剑仙飞跃至此？哼，6级金仙的剑仙，我早在万年前就达到了。万年前？你们没有发现？一是我的确有所隐瞒，二是我当时身上有伤，如今伤势尽复，实力自然也有所恢复。万寿谱同分3层，
达到1级天仙、1级金仙、1级玄仙不同的实力，可分别打开1到3层，召唤其中灵兽外出作战。幸运的小子，恭喜！万寿谱第1层首领朔焰，拜见主人。万寿谱第1层7、8、9级天妖1000人，随时恭候主人调遣。朔焰，我看这万寿谱第1层，好像最弱的都是7级天妖，这是为何？主人，当初我们随宁阳先帝纵横仙魔妖界的时候，在第1层世界是有不少2级天妖、3级天妖的，但如今多年过去。资质尚可的灵兽都已修炼达到了妖王境界，进入了万寿谱第2层世界。我们这些剩下的都是资质差的。这样啊，你们也莫要灰心，慢慢修炼，总会有所精进的。谢主人鼓励。那我就先出去了，有事自然会召唤你的。是。多谢师叔出手相助。这第1层的宝物已有归属，大家继续向上探索，各寻机缘吧。你们2位，宗具不敢在前辈面前争先。经历了这第1层万寿谱之事，难道还不明白，最后谁能得到宝物，可不凭先来后到啊？2位看得明白。所谓机缘时机所致，缘法千层。若没有那个缘法，早早闯过去又有何用？走吧。逆阳，交出迷神图卷，我等放你离开。羽皇玄帝2个家伙自己不来，凭你们能拦住老夫？剑气破天！羽皇，玄帝，终于忍不住亲自出手了。火，变，星辰领域，恭喜你挑战成功。我叫乌兰，受此地主人所托，已等你多年了。九重天最高的3层之中有无数珍宝，可只有试炼中的前3名才有资格获取它们。试炼？看你们能够跨越多少级，抵挡住逆阳先帝的剑气一击。跨越的级数越多，名次也就越高。所以刚刚那道剑气袭击，不过你作为燕玄之界和万寿谱的新主人，虽同样需要参加试炼，可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进入9重天的最高层。本来
对你这样弱小的家伙得到燕玄之戒和万寿谱，我并不满意。可现在，我对你很满意。对了，那个东西是你的身外化身吗？身外化身？你说蓝风？不对不对，你的实力这么弱，身外化身不可能这么强。难道是？真的，感谢你让我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见到与家乡有关的东西。您的家乡，兰叔和丽儿的地方，那是哪儿？我不想提起，凭你的实力也不该知道那些。我在此除了保证让试炼前3名依次拿到宝物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燕玄之戒和万寿谱的新主人见见逆央。逆阳先帝，你应该是拿到了燕玄之戒的人，真是个幸运的家伙。逆阳先帝，你身为顶级玄仙，何必要在人间的9剑仙府和逆阳境中留下大量仙家宝物，引众人前来争夺呢？9剑仙府之中的迷幻仙境，是为选出勇于面对挑战之人。将逆阳境的入口放置于此处，让来者必须通过长达数年的漫长旅途，是为找到心性坚韧的传人。3宝岩上的封印，是为了剔除那些不谨慎的家伙。至于后面的青云路，则是为了选出同级之中更为强大的精英。我做这一切，其实是为了报复。报复？你通过了所有的考验，现在我将带着你去取那最后的奖励。你一定会疑惑，我身为8级玄仙，即便在仙界也有顶级的实力，又怎么会生死？又怎么会有难以报复的仇人？现在，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卷迷神图卷，只要得到它，就能在这遍布神器的迷宫之中任意往来。脏乎乎的什么玩意儿？有毒？哼！能奈我何？我疼！哎呦！这毒竟然直接侵蚀元婴！逆阳，将迷神图卷交出来，我放你离去如何？那是仙界至尊羽皇，我的仇家。你若不打算将我擒下交予他们，就带我出去。不然，被他们撞见跟我在一起，你也可能有性命之忧。很多人本应继续活着，却因我未能及时赶到，失去了性命。今日的你就在我眼前，我又怎会看着你被敌人残害呢？左边，右边，借你破天剑气一用。快走！
身受重伤，何必还要与我等为敌？交出迷神图卷，说不定我还能帮你疗伤呢。你呢？是选跟他一起死，还是投效于我？来者乃是玄帝，也是我的对头，在仙界，与玉皇并列称尊，你定不是对手。你若想活命，斩杀了我不怪你，只是莫要让我落到他的手中。既答应了要送你出去，我自然要履行约定。刚刚的破天剑气，再借我一次。好，破天剑气！破！垂死挣扎。一样，迷神殿各个入口已被封锁，你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还不动手！快走啊！星辰领域！好，恭喜你，终于通过了最终的考验，没有在危急时刻丢下我。当初我身边没有你，自然也没有从迷神殿里面逃出去的好运，终究突发身亡了。不过，你足够幸运，身为带着燕玄之戒来到之人，哪怕自身实力不足，乌兰也会让你得到万寿谱。而所谓的越级挑战，更是作弊之法。任何人带着燕玄之戒拿到万寿谱，乌兰都会将它传送到这九重天最高的一层。可我真正要找的，是愿意为我冒险之人。这些在仙界都能引发无数巨头爆发直接冲突的宝物，甚至号称仙界第一神器的迷神图卷，都是你的了。你也看到了，当初我就是如此倒霉，躲过了无数追杀、阴谋，而最终却只因踩中一条神界毒虫而生死道消。所以我才留下了燕玄之戒，那是对幸运的考量。我希望传人不要像我这样不幸，为的是一个要求，就是飞升之后替我报复羽皇与玄帝那两个阴险小人。我就要死了，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逆阳仙帝，无论你是善是恶，与羽皇玄帝有何恩怨纠葛，我汲取了你留下的众多宝物，就是你的传人，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的。谢谢。仙魔妖界第一神器，没实力的人得到它，会很快被杀吗？小雨，兰叔，这是我留下的分身，一直在等你到来，而你也果然没让我失望。兰叔，您是来告诉我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再去找丽儿的吗？这件神器名为江兰镜，其内有3层空间。第1层空间能量比外界浓郁10倍，和外界的时间比例10:1。哪怕你在其中苦修10年，外界时光流逝也不过区区1载。而第2层空间、第3层空间，你可自己慢慢感悟。我要告诉你的是，哪怕想打开江兰界第1层，你的实力
也需达到5、6级金仙的水平。可只有当你能完全使用江兰戒之时，才能够重见丽儿。那样只是重见丽儿。其实这次归来，丽儿的父亲逼丽儿嫁与他人。沉住气，小雨。其实丽儿也想见你。我这个分身还有最后一点法力，能让你们相会一次。青玉大哥，丽儿，青玉大哥，你进步神速，可你也要小心，修炼不能着急，千万不能冒进。丽儿，我能做的不多，可你要相信我，1000年、1万年，我也会等你的。丽儿，我一定会去找你的。不光这样，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光明正大的迎娶你，一定。兰叔，谢谢您为我和丽儿所做的一切。咱们也要告别了。小雨，我能看出你所修功法的特异之处，也能看出你的苦恼。你要记住一句话：不破不立。宝物已各得其主，诸位将被传送出逆阳仙境。看来另外2位登上9重天3层，得到宝物的人就是你们俩了。凭借蓝前辈所赠的长刀，侥幸而已。虽没完成牛魔皇大人定下的目标，可也算不虚此行吧。不论如何，恭喜2位。师叔，9重天顶层的几件神器宝物，皆要劳烦师叔带回师门。这万寿谱也求师叔一起带回去吧。哦，你以滴血认主，何必？我实力不足，身怀此等宝物，突然招惹祸患而已，还是放在师叔那里更为安全。既如此，我便先告辞了。各位，我也要回暴乱星海了。青玉小友，日后你我还要多多亲近呢。此番下界，你帮了我不少忙。日后若能飞升仙魔妖界，有事自可来寻我蛮前，我一定帮忙。多谢。秦羽，你的父兄他们在我手上，劝你莫要激怒了我。不与你多说废话，听我的，你个人来见我们。莫要告诉你那蓝风师叔。你们是何人？在这世上做了什么？我们是什么人，你们没资格知道。你们需要知道的是，必须乖乖跟我们合作。秦羽抢了我等的宝物，我要你们劝他交出来。放肆！
我三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抢夺别人的东西。你等可要想清楚拒绝我们的下场。我告诉你们，秦家人不受胁迫，杀了我们，秦家子弟必报此仇。我倒要看看你们秦家有哪位子弟能找我们报仇。不！死！你们才找死！帮忙！住手！让我杀了他们！哼，你等到底要怎样？千羽兄弟，我等并不想与你为敌，只是我等下界一场，你总不能让我们两手空空回仙魔妖界交差吧？哼，你我莫要伤了和气。你在九重天最后得到了几件神器，可否告知啊？神剑破天、战衣黑凝血，以及号称仙魔妖界第一宝物的迷神图卷。神器，但是都被我师叔拿去了，只有这些仙器都给你们，放了我的家人。你说神器都被你的蓝风师叔取走了？撒谎！3件神器，你岂会甘心让他人全部拿走？若不相信，你们可问蛮前，他亲眼见到我师叔收了神器，这才告别返回仙魔妖界去了。正如你所说，若是你得到了3件神器，会留给他1件吗？既然如此，那我们要你……等一下，3位前辈，咱们约定好的，我带你们找到秦羽的家人，我可得逆阳镜中的1件宝物。你们若是言而无信，咱们不如各自散去，也免得神器真出现了，还要防备自己人背后使诈。怎么会？你余良要看我们的诚意，我们也要看秦羽小兄弟的诚意。这样，秦羽，将仙气战衣交与余良，我放你1位家人，如何？二哥，三弟，余良，你的仙气，他的仙气到手了，你们要的神器却需向我蓝风师叔讨要，恐怕你们还需要用我来威胁蓝风师叔吧？若你们放了我的家人，我愿束手就擒，亲自做你们的人质。好，三弟，二哥，求你莫怪我做了这个决定，不然我就传讯给我的师门长辈，数位蓝风师叔那样的高手，转瞬之间就能传送到此。哼，若是我们放了人，你却……我数3个数，你们快做决定。1。3位前辈所愿不过是神器，既然秦羽小兄弟已经答应，闭嘴！你的家人尚在我手，还敢威胁我们？2。余良已兑现承诺，众前辈也赐了宝物，此后之事与我无关，告辞了。3。慢，就依你。收了你的血种。啊，就这么收了。好。小鱼，三弟，黄石星，任凭你师门长辈法力再高，也无法靠瞬移直接到达。这星球的重力差不多是紫玄星的20倍，对你我这种在上界适应过各种重力的人更有利。
哎，你们的封印维持不了多久，就不怕我跑了吗？你们没想到神器在我身上，蓝风是我的随身剑仙，怕是也不清楚万寿谱中蕴含的真正力量。朔焰何在？主人。朔焰，你曾说万寿谱中上留在第1层的8、9级天妖各有数百，现在我要他们。传讯给蓝风，让他独自前来黄石星。布置好了，你们确定这阵法能对付得了我蓝叔？我让你传讯给蓝风，就这么解开我的禁锢，你们不怕我跑了？你先能脱离这黄石星的重力再说吧。更何况你又不会传送瞬移。其实我本来也没想跑，只是想活动一下筋骨。我让你传讯给我？蓝风，你怎会出现在此处？你竟真敢孤身前来，受死吧！你们的对手可不是我，我只是防止你们逃入阵中，拖延时日罢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动用得了法力？我明明封印了你的元婴。我修的功法星辰变根本就没有元婴，所以你们只是限制了我的行动，却根本没封印住我的法力。不过你们最大的错误是不该将我一个人留在这内外隔绝的迷幻大阵之外。动手吧，留下他们的元婴。玉皇陛下不会放过你的！不再加力解决你们，只是怕波及无辜。没想到你们自己找了这么一个无法逃跑的绝地葬身。你带几个人随我入阵，是。其他人可以回去了。我所修星辰变功法一道恒星起，可且前行无路。此处周遭无数形体，其运行变化抬眼可见，对我领悟功法、锻炼心境很有帮助。再说，在此处闭关，周围有迷阵保护，我也放心。
寿宴，你们为我护法，若有人来袭，就将我换血；若无事，莫要打扰。是。你们不用担心，小雨一定会回来的。可是，已经好几十年了。小雨曾传回过消息，已经安全了，只是在闭关修炼。凭他的境界，一次闭关10年、100年、1000年、10000年都有可能。我们只能等他回来，只是自己也要苦修。我们帮不上他，可也不能总是让他为我们陷入危险。100年时光转瞬即逝，秦羽的灵魂、肉体在生命原力的淬炼下，已达到7级天仙水平，可却依旧未能找到星辰变功法的突破飞升之路。小雨，你要记住一句话：不破不立。不破不立，不破不立。恒星塌陷，黑洞，破而后立。原来下一重境界是破而后立。我懂了，我懂了。谢谢你，兰叔。若要达到黑洞期，不但能量不够，灵魂境界也根本无法驾驭那样澎湃的能力。原来恒星期之后是暗星期。100年悟道，瞬间破关。恭喜主人破关。这是灵魂萤石。主人，您的实力，这力量，恐怕单凭肉体也可以与7级天仙一战了。也许吧，只是灵魂强大之后，对身体的能量控制力更强，攻击的时候将能量汇聚到一点，威力自然会大些。寿宴，助我试一试战力。是。没想到主人短时间内便达到如此功力，我等甘拜下风。攻击力相当于1至3级境界，可境界毕竟未到，还是打不开万寿谱第2层。寿宴，我们回家。主人，从黄石星到紫玄星，您竟连续瞬移而至，这恐怕不是普通的瞬移，而是金仙才能掌握的大挪移。都说了，我真实境界尚未达到金仙地步，可实力已经够了。主
可是您回来了。史信，你，我父王和2位兄长现在何处？雨儿，我们在东兰山。父皇，萧雨，雨儿，三弟，起来，快起来！父皇，大哥、二哥、风叔叔，刚刚赶路过来，我见祖龙王朝与明王朝正在交战，可却节节败退。本以为是我们实力不济，还想见过父皇就去扭转战局。可父皇，你与风叔叔欲达洞虚前期，大哥也是元婴期高手，就连二哥也已经迈入了修炼门径，达到了金丹期，可为何？为何不出手？小雨啊，修真自古存在，在你印象中，这凡间可有永不衰落的王朝？难道你觉得那些王朝就没有修真之人？父皇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经历了上次被那3位挟持一事，我与你风叔叔、大哥、二哥都意识到，就算皇权永续，在真正的高手看来，也只是世俗蝼蚁。所以此后，我秦家大多数人都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修炼一途。如今，我秦家子弟遍布乾隆大陆、腾龙大陆，甚至暴乱星海，已成为最强大的修真家族。我想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家族血脉，也能让你少些后顾之忧。至于祖龙王朝，顺其自然吧。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啊？距离飞升还有3个月。谁在迷雾中翘首而望，想看到满天的星光。他望着他人定的远方，玉儿，这100年的等待，为父也懂得了你儿时的寂寞。那时候，真的委屈你了。我会在上界继续等您的，父皇。玉儿，石信，你的2位兄弟早已飞升，可你和小莫却因我的缘故，只能在人间滞留。我飞升后，你们也就算完成了我交代保护家人的任务，飞升上界去吧，去见你的兄弟。主人，父皇、风伯伯、大哥、二哥，我就要去了。你们好好修炼，相信总有一日，咱们还能在上界相聚。他穿越星辰大海，总不能遗忘脚下的每一朵花，还开在他。父皇、风伯伯、大哥、二哥，你们千万要保重啊！保重！